仙玉姐姐，过来坐呀！哎，这儿有松仁糖，你吃不吃？你一说松仁糖，我这小妹啊就要流口水了。我倒不爱吃那个，甜腻腻的。阿芷捧着准备好的礼盒，笑盈盈地跑过去。哼，这是你们送我的生辰礼呀！费心了。她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其他姑娘也凑过来看，眼睛都是一亮。好可爱的小兔子，还在捣药呢。哇，白鹿，你哥哥是不是也送了一对玉雕兔子啊？是啊，他去万兴玉器铺叫老板做的，就放在那儿呢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你送的这个，嘿，胖嘟嘟的。好巧，我也是在那家玉器铺买的，一眼就相中这个了。没想到这铺子好大名气，连薛先生都亲自上门。你不知道，玉器铺的王老板是侯府总管的亲弟弟，以前常来走动。小侯爷行冠礼的时候，他们送了一株好大的玉树，放在庭院里。我不过好奇摸了一下，就被我娘打了手。是啊，不过自从母亲生病，王老板就很少来了，总管1年也见不到一面，都陪着母亲住在佛寺里。我小时候可喜欢跟王伯伯玩了，7岁生辰，他还送了我一只小灰兔，从山里抓来，活蹦乱跳的，结果养了才1个月就死了。母亲说不吉利，我还不信呢。结果那年秋天，我们家就出事儿了。江离知道他说的是靖武侯丢了兵符的事儿，宽慰他：都过去了，你哥哥高中探花，又在国子监里教书，将来桃李满天下，侯府不愁名声。唉，我瞧他呀是不想管府里的事儿，所以才去教书的。他今天算给足我面子了。请柬是他定的制式，宴席呢是他吩咐做的酒菜，戏班子是他请的，护卫和丫头也是他事先调教的，我就原谅他昨天逼我去考试了。历来一大家子都是主母操持，可侯爷和殿下都带病，府里又没个姨娘，你要是有嫂子，哪轮到小侯爷做这些？你也看着学学，等嫁出去了，你哥哥再教你也来不及了。哼，长幼有序，他先娶了嫂子再说。我可不想嫁人，嫁了人就没法去外头读书了。仙玉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江离心虚了，当面骗人不好，说实话更不行。其实也不一定，你还小，你家里舍不得把你这么早嫁出去的。方才钟敲了第2遍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拜见你母亲啊？哎呀，差点误了时辰，容我去换件衣裳。足足过了1盏茶才出来，脸上添了新妆，乌黑的高髻簪着碧玉鸾，插着点翠鎏金的篦子。众人都道郡主打扮得好，趁着柳眉杏眼，真是韶光盎然，春风拂面。仙玉姐姐，你今天真好看哎！廊上灯一照，就看出你和旁人不同了。我比不得你天生贵气，只能靠衣装，要么我换身粗布衣裳给你当丫头。你就是穿粗布衣裳也有一股子书卷气，看起来考试就能考得好。我嘛，只能穿得乖巧文静点儿，让母亲开心。开了宴后，侍女们端着瓷盘上菜，谈话声渐渐响了起来。江离看上头主位空了一个，和邻座的小姑娘低声聊着天。侯爷在玉杯斋养病，不能下榻，殿下回府后都是亲自照料。这会儿他来赴宴，玉杯斋不能没人，所以世子正在那边服侍侯爷用晚饭，等下就过来。侯爷和殿下的病都那么重吗？是啊，侯爷早年上过战场，有旧伤，从天牢里出来后复发了。殿下则是……他看了眼正忙着和别人说话的母亲，把声音压得更低。本来就体弱，8年前难产又损了凤体，他心慈，连看别的孩子吃苦都要掉眼泪，怎么禁得住自己丢了孩子？所以一直吃斋念佛，为那孩子祈福。这些年把皇嗣当家住了，极少露面。这回郡主生辰，他又要给世子和清河长公主定亲，所以出事的时候才回来。我看正月里定完亲，他就要回慧光寺。江离颇为感慨，
这一家子看起来风光无限，实则都是靠薛战撑门面。府里只有他一个能主事儿的，他还得去国子监教书编史。看来神仙也有一堆俗物啊。雅乐暂歇，大长公主在座上敬几位武将夫人，薛白鹿则让侍女捧了只银壶，自己一桌桌的轮流敬过来，丝毫不怯场。再看那位清河长公主，在她姑妈身边孤零零地坐着，一直垂首不语，倒显得有些多余。看什么呢？薛白鹿来到江离这一桌，顺着他的目光朝上头瞥了一眼，语气平平。哦，等哥哥来了，他们就有话说了。你悠着点儿，喝不下让你哥哥来，殿下指不定还要在屋里给你挑夫婿呢。你要是喝多了闹笑话可不好。闹了才好。他摇摇头，走到下一桌去。江离忽然深吸一口气，一股熟悉的隐约的花香在薛白鹿走动时飘了出来，即使混杂在酒气菜肴的香气和脂粉里，也没有骗过他的鼻子。是碧丽虫，先前在秋水院并没有这种香味儿。就在这娱乐堂里，有人易了容，薛白鹿和他接触过。姐姐，怎么啦？食不言，等会儿还有杂耍，你和春燕在这里看，我出去醒醒酒。小侯爷来了。江离向外看时，几个朱衣侍卫簇拥着一人跨进门槛，一撩长袍走上街，在大长公主左边落座。你有好些年不见阿木了，他小时候来家里玩过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？我来迟了，殿下勿怪。薛白鹿见哥哥来了，大家也都在聚精会神地看，如释重负地把酒杯一丢，跑回座位，一个劲儿地吃菜，时不时地瞟向旁边的表姐。他和自家哥哥就像陌生人，半句话也不说。母亲的脸色看起来不妙。姐姐，你不是要出去醒酒吗？都叫你吃饭别说话。若是今晚第一次见到他，他根本想不到这样气度华贵的人会去国子监当先生，是个谦谦君子。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姐姐，你就跟上纣王看妲己似的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你不会不要切肤了吧？江离看着美人儿都能多吃一碗饭，举杯叫春燕。给我满上。薛战敬完了薛阁老和一众武将，来到右排，接着他妹妹没敬完的桌来，少说喝了得有20杯，离江离还有好几桌时，壶中酒尽。他步履沉稳地走到薛白鹿的桌前，同他说了些什么。薛白鹿先前已喝得脸红，点了下头，站起身拿过侍女手中的壶，冷不防的身子一歪，酒液哗的泼了薛战一身。哎呀，谁绊我？是你自己搬到桌角了，下次等着我来，不要逞能喝这么多。你在这里乖乖坐着，我去更衣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对不住啊。江离失望地看着薛战带着侍卫消失在屏风后，面前的菜瞬间没了滋味。不过杂耍很精彩，喷完火又吞刀子叠罗汉，搏得欢呼阵阵。郡主小心！薛白鹿被身后的侍女一拽，桌子一歪，杯盘碟碗扑通扑通的全都砸在地毯上。抓刺客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左右宾客尖叫着逃散，娱乐堂顿时乱成一锅粥。我倒要会会你！二人缠斗在一处，刀剑相击，溅出火花，眨眼就过了数十招。那刺客劈砍挑钻，身法轻盈如鬼魅，快得几乎看不见剑影。不同于最初的银白如雪，剑尖不知从哪儿沾了一点黄色，在灯烛之下可以辨认。他眯起眼，这不会是……王兴一个鹞子翻身，蹬着桌子向后仰去，下盘暴露在刺客身前。只见剑光一闪，冰冷的剑刃从他大腿之间穿过。江离听到邻桌的武将吸了口气，
仿佛是自己胯下一凉。王兴却毫发无伤，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，朝侍卫喊道：你们还等什么？他与刺客斗了一阵儿，自知不敌，再打下去有臂无力，便在侍卫一拥而上时退了下来。王伯伯，你没事吧？托郡主的福，没伤到。此人居心叵测，定要让小侯爷严审。哎呀，哥哥怎么还不来啊？唉，都是我不好，拖了他一身酒。他要是在这儿，还轮得着这刺客如此放肆啊？说话间，那几个侍卫已将刺客团团围住。即使江离不懂武艺，也看得出他们个个身手不凡，出招老练。刺客没了兵器，寡不敌众，被缚住手脚，牢牢按在地上。谁派你过来的？某等把他交给小侯爷发落，王总管快去玉杯斋看看，这边有刺客，殿下和侯爷那里也不能确认。方才已有一对兄弟过去了，但还是总管在那边放心。王伯伯，你快去啊，我没事的。春燕，你带阿芷先回车上，我去找个东西，一会儿就来，别让郡主知道。有事我就摇铃铛，暗卫又不是吃素的。那夫人快去快回。话还没说完，江离脚底抹油，溜到不见光的廊角。江离清了清嗓子，软绵绵的声音带着酒意：老家，我东西丢这儿了，你们有谁看见一枚白玉做的环，半个巴掌大，上头有道缝。春燕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啊，不必进来。说着便扒着门框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。经过大长公主的席位时，哎呀一声，差点栽倒。小姐，您先前坐在哪儿？我给您找找。江离攀着手边的东西往前挪，一副不胜酒力的模样，又摸上了清河长公主和薛白鹿的座位，对侍女指了个方向：就在那边，那是爷爷给我的遗物。几个侍女依言低头找起来。江离趁机伏在椅子上，对坐垫依次嗅了一遍，果然残留着碧丽虫的香味儿。找到了，在凳子底下，您看是不是？您醉得厉害，我扶您出去。多谢。春燕，找到了，我们回家。那侍女以为外头有人在等她，乐得少装事儿，行了个礼。您慢走。一出悦乐堂，江离立马竖起一双耳朵听周围的动静。他装出醉醺醺的样子，没有走林中小径，而是踏着泥土穿行在翠竹间。一盏茶后，望着前方暗淡的光线，沉思起来。还是叫个高手来护着吧，不然心里没底儿啊。他从搭链里拿出一品诰命的玉牌，摇了3下铃铛，站在那儿等了许久，愣是没等到暗卫现身。哎呀，宫里养的这帮人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先前不是说好和府卫打招呼去了吗？难道府卫连宫卫的面子也不给？他都走到这儿了，不进去看看简直太吃亏了。转身。风忽然停了许雨，半明半昧的光影里，暗香悠悠浮动。他站在面前，眸中秋水照人寒，夜阑人静，亘古声远。窗下一抹惊红影，满是月色为君倾。薛先生。江离望着他，恍然改了口：薛侯爷。对不住，把你当成贼了。仙月，你真是让我……他没说下去。那个王总管是假的，你扮刺客试探他。薛战竖起食指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你随我来上药。既然你出现在这儿，今晚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。这……来人！屋檐上忽然跳下一个府卫。听小侯爷吩咐，告诉楚阁老府上的资衣卫，薛家不是他们想进就进的地方。夫人的小妹既已平安回去，他们的差事也算成了。侯府在抓刺客同党，江姑娘受了一箭，不宜走动。郡主的贴身侍女会照顾她。明日一早，我便派人护送她回尚书府，奉上赔礼，
这是客房吗？阁中没有客房，小侯爷历来不喜外人进院子，只是将姑娘授了一剑，得好生休息。他的剑叫梯玉，是铸剑大师苦斋先生融了古剑所铸，剑性极为寒凉，若是划破肌肤，寒气入体，则伤口难愈，须得敷特制的药吸走寒气，前6个时辰要换3次。这比不得郡主的秋水院周到，但是靠近温泉，暖和又不干燥，请姑娘在这将就一晚。承蒙小侯爷好意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青云给他换了件干净的丝绸里衣，宽慰他：姑娘忍着些，不出一旬伤就能好。那剑是融了什么古剑铸的？是秦昭王的剑。门外传来薛战的声音。江离披上外衣，示意青云去开门。小侯爷，药上好了，我去给姑娘准备洗漱用具。秦昭王纪在位52年，以元年岁次丙午铸一剑，长3尺，名曰戒。大篆书。小侯爷的剑是什么样的？长2尺8，宽1寸，护手1寸，宽2寸5，厚6分，两耳各1寸4。剑柄镶北斗七星，剑身刻有玄纹，这是我籍贯时家父赠予我的重礼，平日去国子监教书，不便带在身上。县狱还看过《古今刀剑录》。见笑了，我看的书杂。小侯爷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问吧。你无需和府中的下人一样称呼我，我也未把你当成盗贼审问，实则是想请教你一二。若你不介意，可以平辈相称，便是在国子监，也有几个交好的学生唤我的字。他见他犹豫不定，喝了口茶，笑道：差点忘了说，我晚上歇在后头的茅舍，问完就走，你无需担心。我不担心，要是换了旁人才担心。薛先生是君子。这句话轻轻地飘进耳朵，薛战的眼睛一动，放下杯子。惭愧。是不是君子，他自己知道。庄子秋水篇说：渊除非梧桐不止，非炼石不食，非礼泉不饮。先生的院子里种了这么多梧桐和竹子，还有四季长流的泉水，可见是能饮凤凰的真君子。江离面色苍白，却神采飞扬，仿佛很喜欢和他对坐谈话。桃心脸在灯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玉。薛战望着他，不禁放轻声线。那么，江离有点不好意思，试着叫了他一声令姨，然后扑哧一笑，急忙掩住唇。薛战及时移开视线，盯着茶水。既然我们互相称字，那就交心而谈。县玉，你到底是何人？怎么发现王总管是假的？又如何猜出我今晚设了局？我以前是柜堂里的代笔，就是前阵子被朝廷一窝端掉的那个柜堂。因做了楚阁老查案的证人，与朝廷有功，所以向他讨了个赏，进国子监读书，也许诺他帮忙找到柜堂仍在潜逃的易容师和堂主。我给人做代笔，要女扮男装上考场，就懂些易容术，鼻子也比常人灵敏，闻得出这里头的猫腻。初8那日，白露从惠光寺回来，身上带着一种易容后的气味，我就对侯府起疑了。你同王老板说，白露7岁生辰，他送了一对山里抓来的红眼睛白兔，但其实是一只小灰兔，养了1个月就死了。这个王老板也有问题，送给郡主的礼物，他绝不可能忘记的。确实如此，你如何知道我去了铺子？我送给白露的生辰礼也是从万兴玉器铺买的呀。那天我和别人一起来，听见你们在说话，就没打扰，这可真是巧了。江离越说越兴奋。今晚宴会，你故意让人绊了白露一脚，让他把酒泼到你袍子上，这样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离席。你一走，立马换上了杂耍戏班的衣服上场，明面上是刺杀白露，其实2件都没有冲着他的要害去，而是为了引王总管出手和你打斗，试试他的功夫。白露说生辰宴是你一手操办的，连写请柬调教下人这么细枝末节的事儿都要管，怎么会疏忽放进来一个带兵器的刺客呢？连跟着阿芷的宫卫都进不去府。他回忆着当时的混乱场景。你的剑先碰上酒壶，又劈了桌子，上面又是酒又是汤，易容膏遇水即化，
所以渐渐就变黄了。那些注意侍卫也是你事先安排好的，和你一起演戏。他们把你押到后门外，你故意说话让大家听见声音，以为你换完衣服刚刚赶来，从头到尾都没露过脸。但当时大家慌成那样，根本就不会留意。这个假的武艺太好了，能和我过几十招。宫卫的招数他也使得不够熟练。另外，眼尖的大抵都能看出来，他是个太监。江离想起邻座武将吸的那口凉气。真正的王总管并没有净身。江离满脸震惊，这也是可以和他透露的吗？王兴是工匠世家出身，家里犯了罪，从小没入掖庭。我母亲见他手艺精湛，便向外祖宣宗求了个恩典，把他带在身边，让宫卫教习，充个贴身护卫。母亲心善，王总管为了净身之事求他竟真使了个法子，让他逃了过去。除了我们3个知道此事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宦官。这个假扮的，若是为了扮得像才去净身，那真是得不偿失。是啊，身上没有的东西能造假变出来，但身上本来有的，去掉可就难了。总之呢，这个人是假的，但我现在还不能把他抓起来，因为你不仅怀疑他，还在怀疑大长公主。他知道你在怀疑他吗？我对他十分恭敬，从未曾忤逆过。为了让他打消对我的忌惮，我在侯府的时间少，在国子监的时间多。只是今晚办了刺客试探贾总管，不知他会不会看出端倪，和他商量。他敢回来，就是因为拿住了我父亲。他的病不该这般重，今年连说话都不能了。我费了好些功夫，才弄清他中的是蛊毒。你往好的地方想，你母亲还活着，因为假扮她的人需要她的血。江离舒得住口，打了个寒战。他说8年，这么久的时间，真正的安阳大长公主身上会被虫子咬出多少个窟窿啊？他和王总管被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忍受采血的痛苦。仙玉，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他。天晚了，你早些休息，明早我再来看你。江离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心满意足的模样。房中甚是温暖。江离洗漱后退了衣物，躺在床上，莫名生出忐忑来。楚清雅倘若知道他留在侯府过夜，怕不是要气得把尚书府给拆了。不过他是来办事儿的，等明日他带着最新消息回去，再哄他几句，应该就没事儿了。晚间睡得断断续续，青云给他换了3次药，药粉吸完湿寒之气，变成了淤泥状的药膏，伤口疼痛减半。约莫到了时辰，他精神不济地起床。青云给他缠了绷带，带他去1楼的浴池泡澡。这儿饮的是温泉水，有驱寒的功效。泡上半炷香，换上郡主房里送来的衣裙。今日天气不错，东边日出，西边也未落雨雪，侯府后巷却凝着一股森然的寒气。都瞎眼了吗？认不得本官？请阁老去前头院子稍等，某等去通报小侯爷。不许通报，本官不想坏了他的好事，就在外面站着等，什么时候他出来，本官就要他的命。哪个教书先生正人君子会把女学生留在自家过夜？阁老息怒，小侯爷晚上不住在这儿，江姑娘受了伤，楼里有特制的药，还有温泉水，所以在这儿歇了一宿。楚清雅听见温泉2字，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。哼，感情还要温泉水滑洗凝脂。楼中忽然传来一阵开怀的笑声，银铃也似，轻灵灵地飘过竹枝。他额角青筋一跳，再也忍不住喝道：都退下！然后便从林中走出，就在楼前孤零零地站定，袖中露出一截剑尖。我考过42场科举呢，一点也不紧张，钱是赚了一些，都拿去给我娘买药了。没关系，陛下和薛阁老都知道。是的，我考试包过，县试10两，府试20两，要替雇主从头开始考秀才会收便宜些，27两就行。
乡试是50两，一路考到举人70两，碰上贵客就收得更多，但70%都要交给堂里，堂主很小气的。有个清朗的男生低低说了些什么，他笑得更开心了。令姨，你真是我见过脾气最好的人啊！他声音停了一瞬，又想起来，要是定了亲，不就不能来上课了吗？也见不到你这样神仙般的人物了。你还要把我的策问印在成文集上，我上辈子一定做了很多好事。那一刻，楚清雅全部的怒火被一盆冰水浇下，四肢都僵住了。你得看看清河长公主是不是和他一伙的，这里头问题大了。依我看啊，尽早退掉亲事。便不是跟他一伙的，我也不会做驸马。疼痛从心肺蔓延到喉管，楚清雅尝到血的味道，眼前晕眩了片刻，咬紧牙关。他垂下的袖子颤抖起来，觉得自己下一瞬就要冲进去杀人。这个官位他不要了，名声他也不要了，他今日必定要见到薛战的人头落地。他怕冲进去看到那两人依偎在一处，怕看到他眼睛里满满的爱意，怕那个男人搂着他理直气壮地告诉他，他喜欢的从头到尾都是自己，可他挪不动步子，不肯走。他是来要他的结发妻子，空手而归，不如一头撞死在侯府门口的石狮子上。我要和叔公商量此事，但愿一切顺利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这就叫人送你回去。那就多谢了。他想偷偷看他一眼，但屏风遮得严实。他波澜不惊地走下楼，出了门，看见阶下站的人，微微一怔。明明是登基大典上见过的那张气宇轩昂的脸，此时却冷得像尊冰雕，一双眼睛熬得通红，布满血丝，十分的恨意里竟有一丝酸楚。把我的夫人还给我。楚阁老大驾光临，请进屋坐下说话。阿离，你怎么来了？楚清雅亲自来，这事儿就大了。看他那阴沉的脸色，不会真是来抄家的吧？我夫人好端端的拿着请柬进了侯府赴宴，如何受了伤？你这府邸固若金汤，连宫位都进不来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有这么大能耐？哎，是我自己不小心被那刺客逃窜时在肩上划了一刀，多亏小侯爷叫人上药，你不要想多了。对不起啊，你跟他说对不住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送你去国子监读书，不是为了让你用未出阁的身份招摇撞骗，与他在卧房里谈婚论嫁。我何时跟他谈婚论嫁了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方才听得一清二楚，薛世子，阿离是本官明媒正娶的夫人，陛下亲封的一品诰命。我们新婚未满4月，限于这个字他不喜欢，你今后还是唤他江夫人为好。你不知道她是我夫人，与她说什么定亲做不做驸马，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现在你知道了，若我下次再听到这样的话，你们薛家从老到小一家几百口，我便是丢了这顶乌纱帽，也要想方设法一根绳子捆进了，扔到阎王殿里去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有火气不要往他身上撒，他什么都没做。你还替他说话？你当他真不知道你是谁？他转头望着薛战。薛先生，你是不想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？你存的什么心，把一个见过几面的女学生往自己房里带？难不成你们这叫徐如下陈蕃之榻？楚阁老，你误会了，我与县狱并没有逾越礼法之举。至于我如何称呼他，自然是以他的意思为准。你是未说我夫人受的伤需要温泉水，还有灵药来医？他突然走上前几步，左手的短剑唰地抵在薛战的右肩，轻声道：薛世子，你若心中有愧便不要躲，若是我猜错了，以你的武功自然能一掌了结我。话音未落，那一剑劈下，却猛然被一只素白的手握住。楚清雅的呼吸停滞了一瞬，
你就这般护着他？来人，给楚阁老备轿。我今生若用你薛家的东西，便死不瞑目。江离闭着眼，不想去看府里人惊诧的脸，耳畔只听到楚清雅剧烈的呼吸。你有什么话说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，我被他不小心划伤了，他出于歉疚让我在房里休息，侯府里出了事，他帮了我，我也答应帮他，我们聊得很愉快。我说完了，你出去吧，或者我出去。当着他的面还说是刺客伤的，现在又变成他伤的了，你怕我要了他的命不成？大人，急事！楚清雅没有管。别碰我！你让薛战碰了吗？你身上全是他的气味，这件衣服哪来的？他给你的，他让你睡他的床，泡他的温泉，熏他的香，穿他的衣服，这是什么居心？你不知道？你是不是高兴极了，头一次去他家就能留在那儿过夜？你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他根本不是那种人。他睡茅舍，我睡阁楼，早上我们说话都隔着屏风，这身衣服是郡主给的。我是高兴，不用大晚上回来同你吵架，在那儿安安稳稳住了一宿。你不放心，就该将我禁足，让我哪儿都别去，不，就该让我死在永州府牢里。你说这种话，你到现在还说这种话来激我？江离，你没有心吗？你掉一根头发我都心疼，可你怎么对我的？那些话你从不曾和我说过，却和他说，你还叫他离异，你都从未唤过我的字。他是神仙般的人物，我是什么阴沟里的烂泥？你说你没有定亲，还要他退亲，我就在楼下听着呀，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听着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踩着我的脊梁骨往上爬？江离愣住了，他没想到他听得这么清楚。我要是说成了亲，他能不避嫌举荐我吗？我还能在国子监和别人一起上课吗？我劝他退亲是因为……门外的人又唤了声：“大人，有急报！”你别这样！你总有那么多借口。自你嫁给我，我不曾亏待过你。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留住你的心？他紧闭眼睛不去看他，嘴唇紧抿着，好像他是个陌生人。阿离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求你看看我。他呆呆地望着他，听到楚清雅近乎祈求：“阿离，你说一句你喜欢我，那些事我都可以当作没发生过。我们好好过日子，还像从前一样，我去上职，你去上学，我想我们一起吃饭睡觉，就这样过一辈子。我会好好对你的，不会冲你发脾气，你想做的事我都会帮你，只是你要答应我，只会喜欢我一个人，以后不要再去见他，好不好？阿离，你说一句喜欢我，好不好？你别这样，我真不值得你这样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你拿去吧，别逼我了。你骗我的还少吗？为什么就是不肯说这句话？难道我真的比不上学长？这么就捂不热的？楚清雅等了许久，可江离还是不说话，只是在他怀里哭。你既然不相信我，就不要勉强把精力浪费在我身上，迟早会出事的。你别这样，我受不起，我能给你的太少了。这就是你想要的。楚清雅静了几息。好，我放你走。他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放你走，最后陪我一次。日光明朗，照透床铺，两具躯体倒在一处，
比方才喘得更急。到最后，江离带着泪睡去，楚清雅也睡了几个时辰，裸着上身坐起来，不就是一份和离书吗？他写，他怎么写不得？楚清雅回想这么多年在衙门审过的官司，夫妻之间要么是休书，要么是和离书。粗人写的粗俗，恨不得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一通，文人就用春秋笔法明褒暗贬。江离不是说他的判词写得行云流水，不赞一词吗？他拿出写判词的功力，用正楷洋洋洒洒写了20-30言，顿觉胸中畅快。再写10几字，肺腑皆开，不知不觉就酣畅淋漓地写满了一整面，将他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一一细数，毫无遗漏。最后落了个龙飞凤舞的花押印，盖了私章，放下笔从头诵读一遍，不禁拍手称快。带上屋门，玄英候在廊下，面露难色。什么急报？玄英见这位祖宗终于闹够出来了，赶忙引着他去书房。他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以为自己写的文采飞扬，字字珠玑？还有，他连吃到酒酿皮的玫瑰馅酥饼这种事儿居然也往里写。他只买了那么一次，又不知道他吃下去会那么大反应。疹子3天都消了，他在床上生龙活虎，一点破事儿都没有。就你会写，当我目不识丁啊！江离越看越气，挥笔在纸上刷刷地写起草稿来，一气呵成，飞快地拟完了一篇。默读一遍，甚是满意，连火气都消了大半。既然是和离书，就要写得庄重严肃。他准备吃完早饭，再拟一篇更精炼的。拉铃换了瑞香进来。我买的那条墨锭哪去了？大人昨晚拿走了，说以后放衙门里。大人呢？大人卯时就换上便装出城了。临走前叫夫人记得看他写的东西，压了名字。他正月回来便寄到永州去。他出城了？要走这么久？让我们对外称他病了，不能见人，叫夫人在家待着，不要与外人往来。玄英统领跟着他吗？他下午走。你把他叫来，我问他话。楚阁老离京了。昨儿一早走的，匆匆忙忙进宫，同陛下和我说了。有人给他递信，说齐王意欲联合靖北军谋逆，打着反薛家和内阁的旗号。他带着陛下手谕，秘密去了朔州，要在齐王赶到之前见到镇远将军。这也太险了，一来消息未知是否可信，二来他只身前往朔州，路上若有差池，朝中没个能顶他位分的，又或是调虎离山，京城这边出了事，谁来处置？你不知道，他从来就是这个性子。当初他在朔州做县令，为了成事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后来升官也是奇行险招，不知干了多少令人心惊的事儿。先帝呢，就爱他这样，夸他胆略坚韧。叔公明鉴，我向来不清楚朝中之事，消息的真假倒不重要，去见陈冠的是他，不是我们薛家人。夫人，进武侯府的人来了，快请。换了身衣服过去，原来是做侍女打扮的青云等在正厅里，朝他一俯身。江夫人，可是有什么要事？坐下说吧。郡主叫我来送赔礼，一定交到您手上。前世差了个嬷嬷过来，她老糊涂，竟喝酒忘了，郡主狠狠训斥了她一顿，今日就叫我来了。江离一听就懂了，楚清雅那么一闹，侯府要是趁他在家派人过来送礼，必定被人痛打一顿，踢出大门。无妨，你们郡主可是见过薛阁老了？这倒没有，阁老前晚从宫中回府，就把小侯爷叫去商量事儿，没空与郡主说话呢。
多谢郡主了，伤口已经结痂，一点也不疼，请告诉他莫要担心。青云走后，他将字条看了一遍，上面只写了一行小楷：29寺正，慧光寺西侧门茶铺，碧山银针2杯。想必薛战有所发现，但要借助他的手段才能行事。江离将字条放在烛火上，一打眼儿见春燕看着自己，也不继续烧了。你看得懂吗？夫人，奴婢不识字。哼，这是靖武侯府的世子约我花前月下共度良宵，礼物也是他送的，只因我说了一句想要兔子，他便送了这个过来。你用我桌上写好的和离书裹着这金匣子，要裹漂亮些，就放在书房里第3排架子的大烟绿旁边，等大人回来千万记得提醒他看。夫人，您再生气也别开薛世子的玩笑，他是那样的人。我没生气啊，是你家大人生气，和离书也是他先写的，我跟他成亲3个多月，日日都盼着跟他离了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管不着谁来约我出门，今儿就是门前来个化缘的和尚，我也跟他跑了。春燕默默抱着匣子下去了，顺便吩咐瑞香叫厨房做些夫人爱吃的菜。过了2日，江离起了个大早，天还不亮就坐在妆台前，往眼圈上敷了半天煮鸡蛋。过了2日，江离起了个大早，天还不亮就坐在妆台前，往眼圈上敷了半天煮鸡蛋。临行前，光明正大的对着跟着自己的暗卫说：你们大人准备同我和离了，我今日要跟人私会，你们别跟着，我私会完自己回府，我万一出了事儿，你们就同大人说是我咎由自取，遭了报应。夫人，大人让您不要出府的。别叫我夫人，我下个月就带我妹妹搬出去了，谁要是跟着，我就把谁拉到房里私会1个时辰再出来。4个侍卫苦恼的不知如何是好，江离才不管他们，哼了一声，揣着银子出去了。春燕在房里淡定地说：你们就休个假，还有个车夫跟着呢，夫人在气头上，出门散心。不料外头听到了，窗上啪的丢了块石头。不是散心，是私会，等他一回来我就给阿芷找个新姐夫。还有，说了多少遍我没生气。令姨，久等了。我才从寺中出来，并未久等。我是唤你江夫人好，还是唤字？你别听他的，就唤字，我们是谈得来的朋友嘛。定了亲的女子尚且不能来国子监上学，何况已婚的妇人？你不必为隐瞒此事而抱歉，那日是我考虑不周，让楚阁老误会了。你叫我来是要做什么？大长公主自入府以来，与我父亲每晚都在一处，她身上应也有那种香味。薛战撩起帷幔，示意他过来。江离走到床边，顿时傻了。原本以为躺着的人正在睡觉，可他居然醒着，瘦削凹陷的脸上，一双鹰隼似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，格外不满。侯爷万安，真看不出这是个不能说话的病人。父亲，他有诰命在身，所以不必跪。这位夫人懂易容术和机关门道，我让他来帮忙，中午留他在府里用饭。江离用袖子挡在面前，在床边来回走动，鼻子嗅了一刻。虽然药味和安神香很浓，但确实有碧丽虫的气味。这位贾公主和贾总管一样，吃了很长时间的变声药。侯爷的屋子不通风，所以香气散不掉。侯爷是什么时候察觉他不对的？我父母感情极深，他5、6年前就有所察觉，只当是母亲没了孩子后心灰意冷，对他不似从前亲近，根本想不到有人顶替。那女人的易容术非常精湛，又很少回府，不只是她，连我也不敢轻易下定论。靖武侯府和齐王来往过吗？薛战看向父亲，后者眨了下眼。从来没有。碧丽虫数量稀少，连桂堂也很少用，能连续用很多年，还知道怎么养虫子，这女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。桂堂的3个仪容师我见过，都是纹过身的男人，邱堂主也是个男的。这女人并不是桂堂里的人，至少不像我们一样在里面做事。她平时会和侯爷说话吗？下人在时才会说话，
都是些家常。薛琪忽然张开嘴，喉咙里发出嘶哑含糊的声音，像呼哧作响的风箱，满面痛苦，像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挣扎着往外爬。薛战上前点了他几处穴道，他才安静下来，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帐顶，那里吊着一块玉。这是我出生前母亲去辉光寺求的平安扣，我解下来挂在这儿，让她心里好受些。你爹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每每我想拿本书指着字来问他，凑出一句话，可他实在支持不了那么长时间。这些年请来的大夫都束手无策。我有学生家里是行医的，举荐了个游方道士去过南疆，他过来一看，说父亲中了蛊毒，我便暗中在京城拨了他一处房屋当药舍，为研药不知花费了多少银两，父亲的身子却还是每况愈下。江离自己的爹生病时一滴眼泪都没掉，死了也没扫过墓。他看到这对父子，反倒生出愁绪来，安慰着：既然知道原因，那就一定有办法。我看侯爷精神倒好。父亲这样清醒的时候很少，我们今日凑巧碰上了。那女人假扮我母亲，给他下了毒，以免他阻碍计划。他是为了大长公主的身份，一则能号令侯府，二则能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。我并未在朝为官，侯府也没了兵权，不是一颗好棋子。他做着主母，顶多让我与公主联姻，和萧姓亲上加亲，稳固自己在宗室里的地位，益处并不大。而当今陛下才7岁，父母双亡，先帝的兄弟姐妹里在世的只有大长公主和虎视眈眈的齐王。陛下心思纯善又重感情，虽然他最信任的是薛阁老和我夫楚大人，但要是齐王没了，他就只剩一个姑姑，与先帝还是一母同胞，必会孝顺听从。楚阁老不是得到消息齐王要倒楚一薛吗？倒完了咱们两家，他不就上来了？我以为他就是和齐王一伙的，贵堂也给齐王卖命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齐王如果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早些年干什么去了？那些藩王打来打去，去年江东还有叛乱，他能忍得住在钱江省修身养性不挑事？这个问题我亦想过，若是能知道府里这人的打算就好办了。他身边有自衣卫，我不好安插人，只能先从过往的经历推测一番。这个是当年父亲丢失的兵符，原本就存放在里面。我总是在想，家里出的这些吊诡之事，追溯根源，要从9年前的变故说起。你可闻得出这里头的气味？就是木头味儿，带着股淡香。兵符丢了以后，这盒子没人动过，因是祖上传下来的物件，父亲就用暗格将它闭关闭封存放。兵甲之符，右在黄帝，左在靖北，长2寸，宽1寸。弘德2年9月，敌人南侵，宪宗得了急报，抽调各地精兵组成靖北军，派一名老将领兵北上。结果他刚去，就大败于东可汗，其人战死，兵符留在副将陈冠手中。他如今已经做到威宁都司指挥使了。宪宗眼看边关将破，手里还有右半边虎符交予我父亲，再命他带兵援边，统辖靖北军残部。9月廿2，父亲在郊外阅兵，4日清晨便要出发，临行前打开匣子，发现虎符不翼而飞。宪宗震怒，将他下了诏狱，最终派楚王携手谕北上御敌。母亲进宫求情，加之前线传来捷报，我父亲才被放出来。他出狱后身子就垮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不翼而飞呢？有谁碰过这匣子？匣子锁在礼堂，有重兵把守，想进去比登天还难。令爷，你可是心里有几分数了？自从发现有人假扮母亲，我便将此事重新想了一遍。若无法揭穿它是假的，再怎么猜测也不能坐实。你随我来。薛战带他从后门出去，主屋北边有一座4角攒尖的大屋，十分古朴肃穆。这是我家中存放礼器的地方，当时装兵符的匣子就放在大厅内。
屋外手满了亲味。只见薛战把手中的漆木匣放在托盘上，让红鱼拖着。9年前，兵符就放在这儿，它是新造的，用之前要戒一戒刀剑的血气，还要用香来暖着。当晚这炉子燃了整夜。我说怎么有股熏香味儿？除了熏香，还有别的气味吗？真闻不出来了。要是楚清崖在，他那狗鼻子或许堪用，他都能从一盒腊八糕点里闻出龙脑香来。怎么又想起他了？你看手上。哎，江离低下头，刚才抱着盒子闻，指腹沾了层薄薄的油脂，里头燃的是香脂，是西番进贡的吐蕃迷香，极其罕见，色纯如玉，其质硬脆如冰，遇热即化，焚烧后才有香气。巧的是，我后来偶然在学生家中得了一块，雕成玉佩形，那颜色刚好和白玉做成的虎符一模一样，远远看去，以假乱真。你是说，有人塞了个假虎符进去？薛战叙述着当年的情景。军情紧急，母亲奉旨带天子随父亲一同阅兵，设坛祭祀虎符。全军将士都看见他把右半边虎符放进匣子，摆在台上。祭祀结束后，父亲就把匣子贴身带着，回府放在金乐堂内。碰过虎符的人，只有他和母亲。当时那女人就在假扮大长公主了，她用香脂雕了个一模一样的藏在身上。9月22，天已经冷了，这东西在室外化不掉，侯爷把真虎符给她，就那么一转身的功夫，他从袖子里掏个假的放进去，真货自己收下。侯爷抱着匣子回府，再放这儿拿熏炉烘他一晚，半枚虎符就2寸长，可不都化了吗？这匣子又是木头做的，香油从缝隙飘出来散在屋里，第2天打开看，还以为是熏出来的油。唉，那晚的守卫发誓没有人进来，但宪宗震怒，把他们砍了头，几10条无辜的性命都送在他手上了。父亲只怪自己疏忽，根本怀疑不到母亲身上，况且他还在宪宗的寝宫外跪了1宿求情。这像是真殿下才会做的事。正是了，最初2年我母亲还能露面，只是受他胁迫无法说出来，至于缘由，真是追悔莫及。江离心知无法劝慰，静静地随他走出屋子，却又忍不住问：令爷，你同别人说过这些吗？我只与信任的人说，但望你。我自当全力以赴，虽然不晓得你还要我做什么。我是想说，你秘密来此，不便叫人知道，只好委屈你去宣心阁稍作安顿，但望你不要拘束。江离连忙摆手：不委屈，我以前去外省应试，住的可比侯府差多了，跟人挤一张床都是有的。这样无碍吗？自然无碍，他生他的气，我办我的事，没道理他不让我做，我就不做了。他是玉皇大帝嘛，就是他在家，我也当着他的面出来，我又没错。话音落下，见薛战瞧着自己手上缠着棉布，他张开嘴哑巴了。要死了，理解错了，他怎么糊涂成这样啊？不是，他干嘛又想起那狗官呀？都要跟他和离了，一开口就他，弄得好像他很在意他似的。炮仗响了1宿，他拢着被子根本就睡不着，闻到呛人的烟味儿更是心烦意乱。挨到5更天，外头还吵呢。他精疲力尽地坐起来，捂住耳朵拼命地甩头，却不期然地甩出了几滴眼泪来，而后崩溃地抱着汤婆子哭出声，抽噎个不停。大过年的，夫人别伤心了，成亲头1年本就容易闹脾气，等大人回来就好了。小别胜新婚，他还不知怎么疼夫人呢。谁说我是因为这个？他们放炮太吵了，不让人好好睡觉。春燕无法出去打热水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再回来时，江离已经穿好衣裳下地了。给我梳个精神点的发髻，我要带阿芷出去拜年。春燕松了口气，还有心思出门，事情就没那么糟糕。等下跟我出门，
哼，你心情不好就来折腾我，要去你去，我呀，好凉！江离的爪子在他热乎乎的大腿上捂着。咱们去你同窗家拜年，几天前不是还收了人家一盒糕点吗？平时他在学堂里照顾你，该好好谢谢他。难道你跟姐夫和离之后就要靠我赚钱啦？多嘴什么？两家隔着半个北城，轿子到了人家门口，已经有客踏着一地爆竹的穗红出来了。我还以为小许家没什么人来呢，他爹不在京城，他娘脾气又差。走吧，一会儿靠你啦，嘴甜点儿。这一登门就是3个时辰，庭院里的积雪又厚了1寸。姐妹俩吃饱喝足，拿了回礼，打道回府。江离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在晚饭前小睡片刻。窗外还是鞭炮阵阵，江离一挨着榻就睡着了，可没睡多久，便有人来喊他：“夫人，郡主来了。”叫厨房多做几个菜，别怠慢了。郡主说她不做，把东西送到就走。啊！来到前院，薛白鹿穿着鲜艳的大红缎面斗篷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在照壁后晃悠。感情你真是一家家的跑啊！不冷吗？怎么不进来坐？我把拜年礼送到就走。你叫个身手好的侍卫过来，我与他说说这马的脾性。这是你的？对呀，他叫丹峰。你不是差人来我家说要给楚阁老报信吗？就骑他去。咱们两家呀是一条船上的，当然要互相帮助啊。这马可不一般，只有人拖累他，没有他拖累人。这样的雪天，他自个儿从京城跑到朔州，不出10天就能跑完。这里也太贵重了。从前啊，西域供了5匹西级马里的龙种，能日行千里呢。1匹玄夜里给了先帝，先帝驾崩后，那马绝食而亡。1匹将萧流呢，赏了楚阁老，还有3匹给了武将。我爹有1匹双玉龙，生了2只小马驹，如今啊都长大了。丹峰很喜欢你呢，他脾气虽然好，但不常蹭人的。江离摸着马耳朵，试着跨上马鞍，信口编道：“我一时倒不知哪个自以为善于骑马，不如你先跟我说，我转达给他。”行啊，你也会骑？略懂一点。一匹漂亮的白马站在鼎里面，被身边过分热情的赤花马烦得够呛，撂起后蹄儿踢了2下。玄禅，大过年的，算了啊！回来了。哎，哥哥，你怎么没去陪爹娘啊？大年初一无所事事的人是要被抓去议亲的。我刚从玉杯斋出来，马送去了。你可是从来不让别人骑他的。初七陛下要带文武百官去上林苑东寿，你没了丹凤，要骑什么去啊？那就把玄禅借我。你不怕他把你摔下来啊？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差了，我喂他吃萝卜，他唾沫星子喷我一手。幸亏是丹凤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仙羽姐姐竟然也会骑马，丹凤还喜欢她呢。薛战在马厩边站了一会儿，试着抚上玄禅的脖子。玄禅撇了下脑袋，鼻孔里喷出热气。我知道，不然是不会把丹峰送过去的。站住，别动！爷爷们也要过个年，慌了半个月，好不容易等来钱袋子。这位兄弟，莫怪我们，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各位绿林好汉，在下的命不打紧，待成事之后，愿将项上人头拱手奉上。但此行关乎国运，事情危急，实在不能在此丢了性命。请问诸位，6、7日前可有一人也骑着快马从山中过？他之后是否又有几人随他而去？哼，油嘴滑舌，他们是朝廷办事的，你又是何人啊？爷爷们没生意做，就算来个宰相，老子都不会放他过去。唉，大燕危矣呀！唉，而后竟举袖掩面，抽泣起来。怎么？在下是中军都督府奉了薛都督之命前来给镇远将军报信的校尉，前一伙人满口谎言，实为叛国出关的逆贼啊！
他们深受皇恩，却背地里勾结赤敌，要去西可汗大帐里当军师。薛大人命我速速赶往朔州，给陈将军报信。大哥别听他胡说，鞑子早就逃了，9年都没有打仗。斩草未除根，焉知敌人不会卷土重来？当年先帝领兵大败东可汗，西可汗逃到琅琊坡休养生息，至今9年，兵强马壮，意欲联合西域数国再犯边境，报仇雪恨。上月我朝在敌人中的探子秘密入关，奏报兵部草原异动，此事干系重大，薛都督暗令陈将军布防。不料他焉出了细作，逃了几人，再不追回，便要酿成大祸。桃儿，他说前面那拨人是骗子，你又怎知他不是骗子？我对天发誓，若有一字虚假，叫我断子绝孙，家父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先前逃了的那个骑着枣红马跑得飞快，把其他同伙都甩下了，是也不是？这人姓名名渊，乃是京中最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的一个混账，因有一张阿谀奉承的巧嘴，得了先帝青眼，强占田地、逼良为寇的事儿，不知干了多少。他还在京中纳了18房小妾，生了6儿4女，竟一个也不要。只因陛下登基以来，他树敌众多，无处可倚靠。西可汗许诺成事之后，封他做大王，分得牛羊数千，西域各国的美人任其享用。他夫人最是贤惠，知书达理，得知他通敌，便要以死相劝，他反倒将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还写了封休书，1文钱也不给他，让他用嫁妆要18个小妾和10个子女。哎呀，我看那小子像个正经人，没想到这么不是东西，想着是靠一张小白脸混饭吃的吧。我此行便是要通知陈将军，绝不能让这等猪狗不如的渣子出关。不出3日，就有都督府的同袍继我之后结伴通过此地，个个都是陛下眼前的红人。你们放了逆贼出去，又杀了朝廷命官，还能逃得了干系？若是诸位有血性，知道国事大于天，就拿了我的钱袋，里头是我所有盘缠，我就当没见过你们，两不相欠。哼，算你走运，看在陈将军的面上饶你一命，走吧。仗义每多屠狗辈，果然不假。在下敏感妩内，后会有期。丹枫，没事了，咱们走。傅春为中进士，光耀门楣。纵然只是模糊的几个音儿，这熟悉的声音仍叫江离头皮一炸，几乎要从蒲团上跳起来。西北这么大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旮旯角遇上了？会不会是听错了？他说光耀门楣，像是替家里的后辈祈愿。江离又不确定起来，要是认错人就尴尬了。但就算是那狗官，他也万万不能主动上去，否则显得自己心虚，赶过来求他原谅一般。江离深吸一口气，转了转眼珠，想出个投石问路的计策。回星在上，我夫君在外花天酒地，过年也不曾回家，想是背着小女纳了第18房妾室，流连于温柔乡。系女愿斋戒1月，让她下辈子屡试不中，中了也和这辈子一样，考个倒数，终日郁郁，无颜见人，做不得官，编一辈子书，头发掉光变成秃子，怀才不遇，穷困潦倒，饥寒交迫，一文不名。神像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过了良久，那人的嗓音也大了些，字字清晰。冒犯文昌帝君，方才许的愿不作数，捉今弃我如婢女，吃里扒外，招蜂引蝶，冷心冷肺，使国法如空文，使家规如无物。小人愿沐浴焚香，斋戒3月，换他下辈子托生个东烘先生家，好好学一学女工针织，将规训倒背如流，看一眼女戒，吃一口饭，张嘴就是德容颜工，嫁个编书的秃子，生18个孩子。帝君像背后传来急促的喘气声，显然是急了。魁星大人，外子乃是个睚眦必报、斤斤计较的小人，您看在我拜了您11年的份上，来世将他的头发都给我，剩下一颗脑袋被人当蹴鞠踢。帝君在上，那次恩将仇报，半点不羞愧，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高3打死，我将1半家产给他，已经仁至义尽。
您若记得我给您捐过100两香火钱，就施法叫他踢球踢到颗人头，吓得疯疯癫癫，把自己头发剪了做姑子去。周夫喜怒无常，夜夜行禽兽之事，杀人无数，孽债难还，妾身愿和他一刀两断。贱内恶贯满盈，日日逞口舌之快，违律背法，菩萨难渡，小人愿和他恩断义绝。烛焰跳跃，高大的彩漆神像庄重肃穆。江离用拳头抵了一下酸胀的心口，咬着唇往左边微微探头，不料那人也正好伸着脖子看他。江离张了张嘴，装作不认识他，嘿嘿两声打破沉寂。哼，这位爷，新年胜旧年啊，万事顺遂，阖家安康。苍穹漆黑，一弯银月揽着几颗星，像是被瓢泼大雨洗过一般亮。冷风迎面吹来，脸上冰凉。城中华灯璀璨，丝竹笙歌随风远远飘来，是一曲《鹧鸪天》。他听了半晌，觉得这调子耳熟，在墙砖上狠狠地拍了几巴掌，胸口的憋闷还是排遣不去。这正是去岁中秋佳节，江离在贡院撞上他时哼的小调：能凿壁，会悬梁，偷天妙手绣文章，必须砍得蟾宫贵，始信人间玉府长。他愿做他的玉府，可他不要他了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时，他猛地回头，指着他重重道：你！月光如雪，照在江离揭去阻隔的脸上。他难道是长了翅膀，从京城飞过来的不成？当见到江离真面目的那一刻，楚清雅再也说不出责备的话，喉咙发梗，眼眶也和他一样发红。你怎么哭了？你管得着吗？你都不问我来干什么，还咒我，你咒我加个秃子。你不也咒我脑袋被人当球踢？你没良心，你还不问我怎么来的？你怎么来的？问完愣了一瞬，声音紧张起来。你一个人，侍卫没跟着你啊？他们还要3天才能追上呢，都是我一个人骑马在前头，为了赶上你。一群饭桶，他们怎么能糊涂成这样？京城到丰阳2000里路，敢让你一个人骑马来找我？万一有个3长2短，他们有几条命够赔啊？你傻呀，都要跟我一刀两断了，还折磨自己做什么？我就是要跟你一刀两断。你写的和离书不堪入目，我写的比你好，你在新的和离书上画押，然后我就带着他回去。你只是为了送和离书，才跑了1000多里来找我？当然也有别的信物要给陈将军。原来你是来找陈冠的，那我就不妨碍你了。明天去丰阳的官道就能通行，恕不远送。你明天不走吗？既然都恩断义绝了，我凭什么把计划告诉你啊？江离立刻觉得自己太卑微了，把脊背一挺：你爱说不说。往常他这么说，他都会忍不住再跟他透露几句，可沿着东街走出10几丈远，他都没有再开口。江离憋得辛苦，一直跟他走到了街角，看见写着元福寺3个金字的匾，惊奇道：你不会省钱住在僧舍吧？几个小沙弥正从里边出来。北地太冷，这些僧人穿得甚是严实。僧舍住满了，有一伙和尚要去北边的普济寺做元宵节法会，临时在这落脚。你住哪儿啊？我吗？住的地方没这么热闹。一进门，掌柜的便迎上来。客官，可要加间房？不必了，这位朋友来与我谈生意，过会儿就走。送碗汤饼上来，要羊肉的。2碗，分开付账。我请你吃。老板，2碗羊肉汤饼，再加2个芝麻烧饼，咸的，不要放一丁点糖，汤里加盐碎，大把大把的加。哼，熏死他才好呢。西北穷山恶水，让主子受累了。这是小人在酒楼买了偷偷带进来的，整个和灵驿也就这家做的能入口，您多少吃些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有劳你了。
那2个人呢？2位先生出去打牙祭了，说吃不惯中原的食物。哼，本王这个都吃得惯，他们就是改不了。罢了，总归是本王向他借来的人，随他们去吧。侍从不由感慨，殿下真真假假的修道多年，这心性也染上一丝香火气，比别家主子宽和得多。虽对那2个借来的手下颇有微词，却从没有当面训斥过。听说之前贵堂的邱堂主办事出了差错，漏了个代笔没灭口，被朝廷拿住牵连出钱江来。经理来信劝了几句，他挥挥手道了句总归是要发现的，事儿竟就这么过去了。您叫我再仔细看看，我今日出门采买干粮时又看了一眼，确是一个象牙球啊，上头雕的是鸾鸟，还有个字儿，拿在手中能转动，做得可巧了。可能看清有几层啊？这个就没法了。小人还去底店打听了，掌柜说那位客官是个商人，却没有带货物。他住了3天，又来了6个同伴入住的同一层楼，都是年轻人，模样很是干练。对了，他那匹枣红马是难得一见的品相了，咱们府里都没有这样的呢。这大过年的，他跑来威宁做什么？会不会是知道您要来，所以赶在我们前头见陈将军啊？不管他是谁，依你看，有把握把他在半路上结果吗？他带的侍卫不知深浅，若是宫里的资衣卫，功夫和我们差不多，但我们人多势众，您要是想防微杜渐，那就借个天时地利，离和灵驿50里，有处山崖，等他上了官道，我们使个计策把他逼到那儿，然后下手。就按你说的办，你和其他人好好商量，让这个人消失，我就安心了。城中不远处另一间客房内，刚端上来的羊肉汤饼冒着喷香的热气，桌边对坐2人，谁也不肯先动筷子，互相瞪了一阵。江离的肚子先唱了空城计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在家里吃汤饼扁食，江离也不曾叫厨房放过这刺鼻的玩意儿，可见也是不喜欢的。为了膈应他，竟来了个杀敌1000自损800。你吃不吃？不吃到马桶里去。吃饭说这个恶不恶心？楚大人，西医有医，西食有食啊。你不倒，我去倒，反正也吃不下2碗。倒完我就骑马回永州，告诉你娘，你现在官当大了，连羊肉汤饼都嫌寒酸了。你回去就回去，是我跪下磕头求你来这儿的。说完，低下头，一脸幽怨地吃起汤饼，满口的盐碎味，活像生嚼了只放屁虫，汤汤水水的在嘴里爆浆。实则江离是算准了他不会浪费粮食，以前在家就没看过他剩1粒米，想来他从小家教极严，父母是不许他干这种事儿的。1碗汤饼很快就见底儿，江离吃了个8分饱，心情好多了，啃着咸津津的烧饼，问起他正事儿。看你也不是很急，你有把握抢在齐王前面见到陈将军吗？楚清崖不答他的话，还在和碗里的盐碎打架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囫囵把剩下全吞下去，又灌下1杯茶压压味儿。你不想吃，当时跟老板说就好了嘛。楚清崖一愣，是啊，他咋就没跟掌柜喊一嗓子呢？都是跟江离在一起变傻了。明日一早，我叫杜恒和2个资衣卫送你去丰阳，卯时起得来吗？江离望着他摇摇头。辰时。为什么要先走？别这样看我，和我冤枉了你似的。我在和灵驿住了7日，觉得有伙人形迹可疑，要么这场暴风雪也把齐王堵在城里了。所以你就故意把表明身份的牙雕球露给他看？我虽怀疑，但还不能确定，也不知道他带了几个人，身手如何。我这边只有6个人，硬碰硬不划算，所以想引蛇出洞，探一探他们的底。到了丰阳城，再借朔州卫布个局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任他们有多好的武艺，
大军面前全部作数。哪伙人啊？就在这附近。何灵异就这么大，你猜猜？我不猜，我们都一刀两断了，我可不想打听你的事儿，也不要你派人护送我。是，我可不敢拘着江才子。你写的和离书呢？何时可以让我拜读大作呀？等我见到陈将军就给你，我写的比你公正多了。你明日就跟着杜恒，他家在这路很熟，闭着眼睛都能走。我年初2到这安顿下来，后面也是他带着5个侍卫出山口的。你来时可碰见山匪了？江离怕他深究下去，他污蔑诽谤他通敌叛国，有18个小妾还打老婆的事儿就瞒不住了。没有呢，大概是被你的侍卫欺负怕了。要是有，我一个弱女子还能平安出昆陵？谁说你是弱女子？你那张嘴厉害起来，连大虫都能咬死。秦王秘密过来，他带的人必然不是吃闲饭的，比大虫难对付多了。你不早些离开，我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离河陵不远有个虎啸崖，自古是山匪打劫的好地方，每年都要死几个人。他们若不在城里下手，就是在道上了。我说过了，我不要你的护卫。那你到底想怎样啊？总要留条命带着何离书回去吧。你什么时候走，我就什么时候走。起来，谁许你坐这儿？江离仰着头，眼珠黑亮亮的，又露出那副无辜的表情，好像所有事儿都是他的错。你刚才又没说不能坐，这床是你家的。你别跟我来这套。江离依旧坐着，不屈不挠地与他对视。灯烛把江离的脸映得红彤彤的，蒙着一层云霞，眸子里氤氲着桃花雾，好像楚清崖再说一句重话就要滴出水来。楚清崖看了他良久，那张脸像是磁石，勾着他去摸一摸，再抚一抚。江离没有拦，任由骨节分明的手伸到面前，在即将触到肌肤的那一刻，啪一下打上去。他打的那个用力啊，清脆的响儿回荡在房里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小阁老，你活该！谁叫你写和离书？江离扮了个鬼脸，拉上风铃出了屋子。楚清崖怔怔地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原来是怨他写了和离书啊，可那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江离关上屋门，走廊上6个人嗖的一下回到原位，有的闲聊，有的剪指甲，有的喂猫。他打眼一看，都戴了面具，便叫了那个身量最纤细的：弟弟，你过来。夫人，这一路上累坏了吧？您住哪儿？我送您回去休息。江离正是这个意思。楚清崖故意露个破绽，说不定齐王的人就在暗处盯着他，不能在底店留宿，得回驿馆去。你带着腰牌，行李叫几位哥哥收着，今晚跟我去驿馆住。我？可是我没有看河。我住的是上厅，有2张床。其他几位哥哥装没听见，都同情地看着他。你们定是已经商量过了，明日何时出城，到时我和你一道，我的马能驮2个人，听懂了吗？杜恒哭丧着脸。明白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杜恒抬头看他，唉声叹气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您可别怪大人，他让您先走，是没把握在人家下手的时候保住您。您万一出个什么事儿，大人还活不活了？到时候我们这帮下属都要跟着遭殃。哼，他怎么活不了？我看他一个人好得很，压根儿想不起我。我也不让你白做事，这是压岁钱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过了年都16了。江离把金叶子塞到他手里。我家里本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性子最是跟我合得来，却一病死了。他要是活着啊，也是你这般年纪。他说的那叫情真意切。杜恒不由收敛了笑容，十分郑重。夫人放心，就算大人不说，我一定会舍命保护您。5时3刻，我们和大人在城门口会合。您身上可带着要紧东西？我只有一个背囊，没装多少衣物，自己背着就行。江离动身时，城中已变得萧条冷清，与昨晚的喧闹大不相同。怎么你们大人还不来？
没的是在武馆里搂着姑娘办案，磨蹭到现在。夫人开玩笑，谢大人10个胆子他都不敢，那不就是了？此时又有一辆马车从小巷里驶出，车夫驾着2匹黑马，后头4个乔装成商人的侍卫也各骑着1匹，并不见楚清崖的将萧流。江离骑上马背招呼他：弟弟，你上来呀，那不叫丹枫的。杜恒一副见了鬼的神情，连连摇头。压岁钱都收了，还见外做什么？他拗不过江离，硬着头皮翻上马。江离笑眯眯地策马来到城门口，特意走在马车前面，悠哉悠哉的，好不惬意。他从一开始默数，没数到10，背后就传来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：给你脸了，还不下去？杜恒顿时浑身一抖，毛都炸了。这是我新认的干弟弟，乖得不得了，你吼他做什么？快下来，我数到3。1、2、3，我想让谁上马就让谁上，你管不着。双腿一夹马腹，白马往前跑了几步。他开怀的咯咯笑。你不在京城的日子啊，我天天同别人谈婚论嫁，共乘一骑算什么？同床共枕都是有的。说着，头也不回地往前奔去。还不跟上，由着他胡闹！楚清崖气得差点从车里跳出来，厉声训斥车夫。侍卫们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没一个敢说话。而杜恒夹在中间，苦不堪言，背后利剑一样的目光都快把他扎成筛子了。哼，压岁钱果然不是白拿的。江离驱马走了不远，一枚雪球猝不及防砸在风岭上，冰得他一哆嗦，急忙抖掉。我叫你谈婚论嫁！楚清崖开着车窗，伸臂抓了把车顶的雪，攥成团往他身上丢去。叫你同床共枕！又丢了个雪球砸杜恒。谁拉扯你长大你都忘了，跟着他不学好。你砸我弟弟，我跟你拼了！快快，再给我点血，我给你报仇。侍卫不来找你吗？怕了，我早让你离开，偏要跟着我犯险。这林子我本打算一个人走的。我也不是没进过这种地方，我一个人不是走出昆岭了吗？你说说你到底为了什么呀？不好好在家过年就出来受罪，我就没见过死要面子到这份上的。都跟你说过了，还问？那我晚上当着你的面拜读画押好不好？何必等见到陈将军再给我啊？咱们今日就指天为誓，往后再无瓜葛。江离靠在他胸口，小声地嗯了声。胯下的马听得烦，撂蹄子踢飞几颗石子。你这马脾气怎么这么差啊？可能是吃的不够好吧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17。江离疑了一下，对他这种敷衍的态度很蔑视。你的白马叫什么？丹枫。谁给的？佳慧郡主。放屁！他要是郡主的马，我脚上钉个马掌，驮着他跑2个千里回京城，战战江水上有风，他德行就跟薛战一模一样，听人作呕。江离当初收下这马和竹筒，心中也大概知晓，但薛白鹿为了给哥哥避嫌，一口咬定是自己的，他便没服人家面子。你净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丹枫性子可好了，你一边吐去，别吐我身上。你给马起名字这么敷衍，可见对生灵毫无爱护之心。我叫他17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16个侍卫，我把他当个人看。他在衙门吃公粮，我也在衙门吃公粮，他吃一堂，我也吃一堂，我待他哪里不好了？江离听到他又呸的吐了口唾沫，这马成精了吧？但这话竟无处反驳。他知道他成婚前是1文钱也不想多花的，也就是婚后大把大把的撒银子出去。你骑着他的马来找我，我竟不知道是他绿还是我绿。你就认定了？你连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，就这样侮辱他，还侮辱我？你不绿，你一颗心都是黑的，脸也是黑的，就不会做个好人。我不是好人，他也未必好到哪儿去。
只要对你有非分之想，就不是好人，就该死。你才该死！肚子疼吗？我不在，有没有按时吃药啊？吃了，带着药呢。迟了半个月，这太医不济事，下次不请他来了。你别怪人家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我本来每个月都迟7天的，都是你发脾气，弄得我天天晚上睡不好，还要赶路。是，都是我不好，你消消气。咱们再走1个时辰就能到了，你也不想引来狼是吧？你别叫了。得令。将萧流不愧是难得一见的龙驹，载着2个人跑得分外潇洒恣意，一抬腿就是丈远，在幽暗的林间来去如风，穿岩越瀑，4蹄简直要在雪泥里刨出一阵云雾来，驾着筋斗云飞出10万8千里。江离只在官道上这样策马跑过，裹紧了衣袍，眼前发花，啥也看不见。都说狗随主人，看来马也是随主人的。楚清崖右手引绳，左手拖着江离的后腰，就这样跑到太阳落山，约莫行了10几里地，马慢下来。你不是很行吗？啊，慢慢跨过去啊，别跑啊！你帮我看看，裤子后面是不是沾上血了？裤子外头怎么看得出来？不行就拿些草纸垫着。江离一抬头，见不远处的湖畔有座木屋，欣喜道：“哎，这有人住呢，进去歇会儿吧。”许是猎户废弃的屋子，暴风雪下得太久了，屋主之前就不在这了。那正好，我进去绑个月事带。我就在外面。他把门关上挡风，江离说干就干，站在火盆旁稀稀疏疏地脱裤子。楚清崖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：“你考试要是遇上这个，你怎么办啊？”这就分场合了。江离低头用草纸擦擦血，还是得找户人家用热水洗了才好。县试和府试查的不严，上山拖了给他们看一眼就成。每场就考1天，我提前交卷出来，来癸水不影响。上身脱了？要是扭扭捏捏啊，人家肯定把你扒光。我都是主动敞开衣服抖2下，大摇大摆的进去，上身贴了假皮，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。院试和乡试查的严，下身也得变一变，吃药推迟月事。术业有专攻，佩服佩服。看来各地科举管得还是不够严，有官吏敷衍了事。今年我再抓几个人，以儆效尤。说起下半身易容，你那画长得比我用过的还标致，真的。门外静如坟场。楚清崖默了好一会儿，不知是该谢谢江离，还是挖个坑把自己埋了，语气有些复杂。你之前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什么样？我娶你的时候，你又温婉又安静，还害羞，言辞很是文雅。这才半年不到，你就撅着腚让我看裤子，还跟我说月事，说那个。江离系好了月事带，穿上棉裤，感慨：唉，可不，我活到现在都没那么温柔安静过。实则我温柔一句，就要在心里骂你一句狗官，如今才是我的真面目。你后悔不？我想起我娘说，夫妻婚后没什么风花雪月，都是柴米油盐，再加上些糟心事儿。你后悔吗？这桩婚事不是我的选择，是你塞给我的。我好端端的下了职，刚出贡院就被拉上婚车，都懵了。过年杀猪抬上凳也不过如此，所以这话呀，该由我来问你。江离不说话了，屋子里寂寂的。江离轻微的叹出口热气，把手放在火盆上烤，无声的动了动嘴唇，却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他是个胆小鬼。江离泄气的倚着床坐下，身后一震，他眼睛一亮，居然是2只圆滚滚的小狗崽儿。他们躺在毯子里，只比巴掌大一点儿。江离玩了一阵儿，笑着打开门，拎着崽子对楚清崖说：“你看他长得像不像你？”楚清崖许久没有听到屋里的动静，正要问他话，冷不防门从里边开了。他举着火折子，面色唰的一白：“别动，有飞蛾！”啊，有虫子！还未反应过来，瞬息之间，
楚清雅一把将火折子朝他身后掷了过去，右手抽出长鞭，当空甩出，噼啪2声。走！楚清雅抓起江离，纵身跃到马上。江离这才反应过来，只见2点幽绿的光在屋中闪烁。有一只，就至少有一群。楚清雅抽了一鞭，咬着牙，怎么追着不放啊？也许是冬天食物太少才发疯的袭击人。都是狼吗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你还敢看？他身子一侧，江离正好和一只扑过来的灰狼来了个大眼瞪小眼。江离尖叫一声，缩回脖子，冷汗直冒。细弱的嘤嘤叫唤在马背上响起，2人俱是一僵。你怎么没把他给扔了？你刚才拉我上马，我一紧张就顺手揣包里了，忘了这回事。唉，他想扶额，又实在是不能松开缰绳。还不把孩子还回去？没见人都追了半里地了。我肚子疼，动不了。又怂又想看，手还欠。他吸吸鼻子。你快把你儿子掏出来。什么我儿子？你到底看没看啊？他长得像你，我才没随手把他扔了。楚清雅又好气又好笑，腾出左手从他包袱里把那只露头的狼崽子揪出来。净胡说，一点都不像我，也不像你，我没这儿子。楚清雅把狼崽子远远的往后一丢，嚎叫顿时平息不少。前方隐隐出现了灯火，马喘着气放慢腿脚，由跑变成快走。这一盏孤灯对狼群里逃生的人来说，无异于雪中送炭呐。江离满心激动，终于能歇下来了。这是森林外缘的一个小村子，建在河右岸的高地上，背靠2座东西相对的高山，全村不过10几户人家，靠打猎伐木为生。几个村夫坐在院子里操着方言喝酒聊天，身上裹着厚实的兽皮，远远看去像几头熊。楚清雅翻下马，用朔州话问了他们几句，把马牵去了一个老寡妇家。老寡妇的儿子今儿早带着媳妇儿回县里做生意，留下一间空房。这老人家是个热心肠，听说他们是半道上遭了山匪截获的商人夫妇，二话没说就同意他们留宿一晚。江离一觉睡到旭日东升，连公鸡打鸣都没有听见。快起来洗漱吃饭，还要赶路呢。等到了富阳城，我带你去玉堂搓澡，吃烤全羊。这会儿将就这个。江离腹诽，他怕是忘了，他又不是没吃过苦，日子也是10几岁才好起来的。江离穿衣下床，揣着自带的刷牙子去厨房，一出门给冻得瑟瑟发抖。洗完脸，正好碰到老寡妇抱着孙子进来，他去邻家讨几个糕环给他们带着路上吃，让夫人帮忙看会儿孩子。给姨姨抱抱。那孩子2岁多，正是牙牙学语的年纪，生得很壮实。他把孩子一抱，路过院子里的菜畦，给他指这种是什么菜，春天长出来是什么颜色。老寡妇以为他是过来人，放心的去了别家。江离一看他走了，一关门，把孩子往楚清雅身上一丢。你带着，我吃饭。我哪会带啊？你不是带过阿芷吗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，等下他奶奶就回来了，你就带这么一小会儿，别让他磕着碰着就成。江离悠闲的用完早饭，一看楚清雅手忙脚乱的在那儿喂吃的，还在那儿幸灾乐祸呢。你别给他喂了，小孩肠胃弱，吃太凉要拉肚子，带他站起来玩玩。楚清雅满头大汗，好像抱了个随时会炸的爆竹，哪有往日不可一世的阁臣风范。你带他玩举高高，别晃太厉害。这样，再慢点。那孩子果然呵呵笑起来，小手在空中扑腾，显然很受用。这不就会了吗？只要耐心就行。你以前都这么带阿芷的？小孩子哭起来可麻烦了，换尿布更麻烦。要是生得可爱还好，生得丑啊，越看越烦。你们家哪有丑的呀？
要是你给我生一个，哼，我就知道你贼心不死。都说了我不生，你起码掉头回去把你儿子捡回来养。看清他还惦记着那狼崽子呢。楚清雅反驳：那不是我儿子，你能生出来带尾巴一身毛的？何必要我生？我倒要跟你和离了。行啊，我跟你离了就找个最……停！只听咚的一响，那孩子的脑门直直撞上横梁，下一瞬，嘹亮的大哭回荡在屋里。你就不会看路？你这么高还往高了举，谁能哭的谁哄好，我可不帮你。他愧疚地抱着孩子，听着江离恨铁不成钢地说：就你这样还生什么崽子？生10个给你玩坏10个。江离把孩子接过来，娴熟地拍着背哄了一阵，又摘下他腰上的象牙球放在眼前摇一摇，孩子渐渐止住了哭。这时柴门一响，是老寡妇回来了。我也不至于生10个都，什么崽子，说的我仿佛不是人似的。你就是衣冠禽兽，大尾巴狼，快收拾，准备上路了。过了半炷香，马匹驮着整顿完的2人出了村口。2位贵客来得不巧啊，陈大人去巡营了，约摸呢还有半个时辰才回来，可去花厅里坐着等，他一回来我就把这匣子给他。说话间瞅着那块翡翠，楚清雅似笑非笑地递给他。劳烦大人了。江离看着牵氏回房的背影，替他的官途捏了把汗。哼，好大的面子，敢受小阁老的孝敬。2人入座，有个老仆添完茶就走，把门一关，态度冷冰冰的。他喝了口热茶暖身，万分感慨。原来这就是你说的官场规矩啊！要找正2品指挥使，得先找个正6品的段氏带进门，再给正3品的牵氏塞谢礼，这么一级级的往上。你多久没做过这种事儿了？也就2年，我当巡抚时还给裴阁老搜罗过字画古董呢。说州这风气和从前一样糟糕，空手上门定要被轰出去。要不是不想惊动人，我才不费这个心思。你以为这2人如何？张段氏挺面善，像个好人。王谦是见钱眼开，你要处置他吗？非也，收了钱能办事，已经是实诚人了。在朔州干巡捕，能做到3品穿红袍，说明此人头脑精明，处事也挑不出大错。和能干比起来，贪财不算什么。今天贪财，明天就能为财杀人。既然你这么说，这边的事儿一了，我就提点提点他。至于他听不听，就看造化了。你怎么说的像我吹枕头风似的？那张段氏你怎么不给贿赂？真是我前一任的修缘县令，我一来他就调去州上做通判。他为人最是耿介，但才能平庸，这么多年还没升上去，可见脾性不改。若是给他银子，他定不会帮忙通传了。你要是摘了面具，他不知会作何感想。当年低他一级，如今却是天壤之别。大约会在心里骂我一顿吧，毕竟我为了往上爬做的事不怎么光彩。所以你去过勾栏听曲了，被人塞过小妾了，给人家府上的歌妓写过唱词了。别来诈我，兵不厌诈，你去没去过啊？快点说。没，我要去了还怎么在衙门混啊？我是刑狱官啊，夫人。我以前的上峰浑号叫6扇门主持，手下一群没剃度的和尚，起早贪黑的查案办差，不知道什么叫祭月。我每日只睡2个时辰，应付完上峰还得应付女人，我是铁打的不成。我们马上和离了，不许叫我夫人。那我叫你什么呀？他不说话，就逆着他。我知道了，你想让我像薛战那样换你的字？你又不是我朋友。阿离。江离捂住耳朵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门外响起咳嗽和脚步声，等了一阵儿，却并无人进来。过了些时候，沏茶的老仆通报说，陈大人已经回来了，叫2位去客房歇息，明日再见。江离朝外头一看，阶下竟站着2排披甲带刃的士兵，齐刷刷地朝他们施礼。某等奉将军的令，
保护楚阁老和夫人。你们将军收了本官的礼，他手下的人也收了礼，难道还想从本官身上再撬出些财宝来，让你们盯着，留下买命钱才能出去？阁老误会了，将军怎么敢软禁您呢？是您微服来此，若有闪失，他实在担待不起。本官现在就要见他。将军巡营回来，风尘仆仆，等沐浴完也2更了。您携夫人不远千里来此，舟车劳顿，还是先歇一歇，明日再商议。如此也罢，明日一早，本官上他那儿点卯，顺便教教他该怎么御下。都司衙门里的客房倒也陈设齐全，2个小兵燃炭烧水，摆桌端饭，很是殷勤。这陈将军想得怪周到的，知道你不喝酒，周到成这样，却连见你一面都不肯，想是2方都不肯得罪。他早就得罪我了。那你还有胃口吃饭？毕竟我就是不来朔州见他，他对我也没有好脸色，恳请我们吃饭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见过他？何止是见过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刑部原先那个左侍郎吗？就是恨你恨得要命，活活累死在任上的那个。那是他亲哥哥。记得相阁老那个科场舞弊最后死在狱中的儿子吗？那是他表弟。不止这个，我胸口那道疤就是他砍的，离心脏2寸，这辈子都消不了。楚大人，勇气可嘉啊！你居然敢一个侍卫都不带就来见他，还把我带着，你是想让他砍人砍一双吗？怪不得他路上问他陈冠其人如何，他都打马虎眼，原来是怕他知道以后临阵脱逃。也怪不得他前后上了2道拜帖，还装作小吏进衙门，就是怕直接报名号被赶出去。你到底是活埋了他娘，还是腰斩了他爹？他这么恨你，我看他明天就要把你捆了送给齐王当拜年礼。你再捞点，羊肉烫老了就不好吃了。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你明日就要和我一起被捆了，交给齐王，做一对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同命鸳鸯。你还开玩笑？陈将军和金武侯府关系如何？怎么看我不行了，急着要改嫁呀？陈冠从前是老侯爷的部下，后来去了禁卫军，他家孩子上国子监都是走的薛战的门路。那还有救。齐王不是打着反薛家的旗号吗？军队里的人最是忠心，他应是不会听信齐王胡说八道的。难说啊，齐王有胆子，只带10几个人冒险走上4000里，想来胜券在握。只是我一时琢磨不透，他到底要用什么理由说服陈冠？他就是个庸才，背后说不定有高人指点。你快吃，吃完我跟你说正事儿。他来这趟没那么简单。边吃边说不行啊？你一说话我就没心情吃了。2人赶路辛苦，不出半个时辰就把菜肴都扫荡光了，连汤饼都没剩下。江离喝茶漱口，拿出贴身带的竹筒，刚一打开，楚清雅就动了动鼻子。什么香味儿？怎么还有血腥味儿？他真是狗啊！江离叫他坐过来，怕外头士兵耳朵灵，压低嗓音，一开口就是：你走后第3天，令仪带我去见了他父亲。我才走了3天，你就上他家拜高堂了？你叫他什么？哎呀，你这么大声作甚？他父亲又不喜欢我。果然是带去相看的，等我回去就要吃你们的喜酒。哼，好一个正人君子，他就如此迫不及待。江离这才觉得自己的话有歧义，咳了一嗓子。实则他是叫我来办事的。你不知道，那安阳大长公主是个假货。江离一五一十地与他说了靖武侯府里发生的怪事儿，从郡主生辰宴遇刺说到玉器铺里的暗道，慧光寺地下的银罐子和玉佩，再讲到那半枚不翼而飞的兵符。楚清雅听着，眉头慢慢舒展开，到最后眼里泛起一丝明快的笑。说正事呢。你接着腊月29师生赴佛寺结同心，漫天飞雪是为拦朱门打鸳鸯，这一回继续说。说完了，你不去写戏本子都屈才。照你这么说，
假冒殿下的人听命于齐王，等先帝死了就趁机发难，暗中给了他半枚虎符，让他借兵效仿先帝清君侧。先帝死的蹊跷，你跟我说过，先皇后身上有臂力虫咬过的痕迹。这大长公主身居显出，连子女都很少见面，有很多机会假扮别人。真殿下和先帝一母同胞，感情深厚，假使这人先扮成殿下进宫，再吞了变生药，命令宫女下毒，他顶着殿下的脸，也不会被当成嫌犯拦着不让出宫。先帝驾崩那日是千秋节，宫中摆酒宴，皇亲国戚都来贺寿。宴会散了之后，他喝下一碗剧毒的莲子汤，挨了1个时辰，口授了传位诏书。这1时辰内，羽林卫很容易就顺着宫女查到了皇后身上。皇后性子软弱，一听便吓得自尽了。先帝随后宾天，而赴宴的人都出了宫。我当时不在，要是在，必不会把他们都放出去。那还是很有可能的。楚清雅很快便联想起另一件事。先前在永州，杜恒看见4个资议卫把柜堂里的人聚在一起熏毒烟，听这几个人说话不像假扮的宫卫，对南越人的那套法子不熟悉。我不知道这女人跟邱堂主是什么关系，但她确实是南越人。菩提禅院地下的暗室可邪门了，养着一大缸的虫子。不过听命于大长公主的资议卫认不出真假来吗？你看我身边的那群资议卫像是有脑子吗？4个人跟踪你出贡院，最后竟回我说跟丢了。他们也就是干些主子吩咐的脏活累活，主子遇险拿命拼上，这就够了。人家好歹也跟了你这么久，说话积点德吧。齐王德那女人在宫闱相助，现在又拿到了虎符，你认为他借兵有几成胜算？你且看看，是谁在以身犯险，又是谁躲在幕后坐享其成？你的意思是，只怕齐王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还以为自己真能荣登大宝。他此行是谁告密给我的，尚还不清楚呢。这么说来，是齐王在帮假殿下成事，他要干什么？我只在永州见过他一面，说不准。那你了解陈冠，你认为他会不会投靠齐王？我离京前打听过，陈冠的家眷上个月得了他的信，过完年就来朔州探望。他家人与他3年未见，按律是可以出京的。先休息吧，我今晚去见他一次，明日他要是找借口爽约，先见了齐王，那咱们这趟就白来了。楚清雅理了理衣物，把发冠重新束了一遍，打开门叫了个士兵，与他低声说了几句。那士兵去了，很快便回来。先前将军听说阁老安顿下来就睡了，某等不敢去打扰，您看。劳烦这位小兄弟了，听闻陈将军爱兵如此，他在营中与诸位将士同乐，想必晚间饮了不少酒，回来早睡也是应该的。夫人说的极是。这封信对陈将军至关重要，不过他既然睡了，不好去扰人清梦，请小兄弟等他明日起了再给他，将军一定欢喜。待小兵走了，江离关上门，叉着腰问楚清雅：你刚才跟人家说什么了？他拿这种理由来搪塞。我没说什么，只说他夫人孩子还在京城。你既然来找他，姿态放低点行不行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还拿家眷威胁他，真是小人行径。你会好好说话？你对那小子笑得比蜜还甜。你快对我笑一笑，我才不会犯小人脾气，出门杀人。你想得美！我跟你打赌，陈将军今晚就会叫我们过去，你信不信？楚清雅还在计较他刚才对着人笑，这个坎儿他就过不去了。躺在榻上仰面朝天，胳膊枕着后脑勺。我不管他今晚干什么，你今晚必须对我笑一笑。结果榻还没躺热，门外就传来通报。夫人。他不由直起腰，好奇了。你给他送了什么信？难道只有你想到找阿芷打听消息？我可是大年初一顶着黑眼圈去拜年了。承认吧，小阁老，你做人的功夫没有做狗身。江离快步去开门，那小兵恭恭敬敬地弯腰。将军请您到正堂一叙。
我同你去。将军只说见夫人。你们将军知不知礼，读没读过书啊？本官就是被他再砍一刀，也断不会让他和我夫人单独待在一间房里。别多嘴，带路。这一晚，都司衙门的议事厅灯火长明，陆续有人送东西进去，周围站了里外2层兵。翌日清晨下雪，到午时方止。都正揭开酒坊的老翁在店里烤火，看到门前雪地上走过2人，起身唱个诺。陈将军，衙门里要添几罐好酒不？酒还有，改日再买。那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这不下雪了吗？昨日将军去营中喝了酒，早起身上发冷，去浴堂洗个热水澡。陈冠是丰阳城里赫赫有名的人物，进了门，伙计就笑容满面地迎上来。掌柜早同小的说了，将军今日包场，这不就候着您来了吗？里头清清静静的，池水冷热也调好了，包您满意。叫人都出去，唱曲儿的搓背的都不要留。一会儿有位姓齐的老爷要来，你领他去最里面的单间。得嘞。2丈见方的水池里蓄满了水，室内摆着张矮榻，2只杉木玉凳，燃着极浓的苏合香。哪来的野和尚盯着爷爷看呢？外头的人呢？叫你们请齐老爷，怎么放进来不相干的？啊，您就是陈将军，小人一时糊涂，失礼失礼。回头又对后边唤：主子请进吧，将军候着呢。将军勿惊，是我。他瞥了眼东面，语气带了丝不满。这里怎么还有旁的女人？王爷3天前在信中与我说，要找个私密之处单独会面，我便选了这家浴室，想着既有钥匙相商，咱们便坦诚相见。可您不仅不以真面目示人，还带了2个侍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那房里是我的爱妾，年轻貌美，色艺双绝，还是个不会吵闹的哑巴。我带她来是想把她赠给您，以示修好。另一个摘下他的僧帽，露出竖起的头发，他自己也没闲着，为表诚意退下衣物，只留了条亵裤。此人正是萧明。却说他3日前在虎啸衙命人设伏，把疑似载着楚阁老的马车炸下了山，又甩掉了2个穷追不舍的侍卫，自觉这一路顺风顺水，乃是天命所归，便带着12个侍从欢欣鼓舞地走大路来丰阳城见陈冠。请将军相助，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不然本王不会亲自前来，连征旦的朝会都没去京城觐见。信中同将军所说千真万确，眼下形势危急，只有将军麾下15万人堪得一用啊。哦，我收到王爷的信，很是诧异，着人探问了京中消息，并未听说朝纲紊乱。薛家许多人我都认得，晋武侯卧病在床，薛阁老也80高龄了，其余子弟官位都不高，他们要造反，拿什么来反？先帝的子嗣只有陛下一个，亲兄弟里除了王爷您，再无其他人了。他们难不成是想推个姓薛的做皇帝？还有那楚清崖，我也见过，黄口小儿一个，倚仗着自己有些才学，便不把旁人放在眼里。想来在京中也是孤臣，他去年才入阁，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呀？王爷怕不是多虑了吧？哎呀，若没有物证，本王也不敢信呐。若是别人嘴里说的，听听也就罢了，犯不着惹一个世家高门，一个当朝新贵。可这回是本王的皇姐相告，岂能当成嚼舌根的事儿？我这皇姐性子柔弱，嫁到薛家20多年，恪守妇道，生儿育女，没有一天压在薛家人头上过。她绝技不会骗我的。是安阳大长公主同王爷说薛家联合楚阁老谋逆？正是如此。
将军不知，外人看来，他与侯爷间谍情深，实则大有隐情。将军可还记得当年靖北军的虎符失窃吗？好端端的一个兵符，众目睽睽之下放进匣子，怎么第二天就不见了呢？就是薛齐贼喊捉贼，坚守自盗，勾结北敌，意图谋反。我那宾天的皇兄心软，听了安阳求情，只夺了他兵权，没把他砍了。这倒好，往后又生出事端来。还有什么事端？侯爷都下不来病榻了。将军跟过薛齐上战场，知道他身体强健，就不疑惑他为何病成这样吗？全是装的。先帝铁腕雷霆，他不敢轻举妄动，便韬光养晦，一装病就是9年。他怕安阳看出来，竟暗中给他下药，还换了他身边的宫位。可怜我那阿姐，不仅守了活寡，身子也垮了，1年到头都在寺庙养病，只能见上孩子几面。他养的那个姓薛的小畜生也像他爹一样心狠，瞒着他娘，帮着宗族。他在国子监收了上百个学生，个个都是华族出身，父母逢年过节赶着上侯府送礼。因为有这人情关系，把薛家子弟安排的满天满地都是。陈冠听他提及薛战，两道粗眉皱成川字。王爷不可妄言，我家闺女儿能上国子监，找的就是薛先生。听内子说，他为人很是儒雅，没有那些官场上的习气。萧明并不奇怪他回护薛家的反应。本王说了这么多，终究只是一面之词。还有2样东西要给将军过目。小沙弥从袖中拿出一个不起眼的铁盒子，正要走过去，陈冠嫌弃开口：我家祖孙3代都拜太上老君，生平最讨厌和尚。是本王考虑不周了。其实他2人并不是和尚，是易容成这般模样的。将军可识得此物啊？白玉触手升温，陈冠放在眼前细细一看，越看越心惊，喃喃着：必会君服，乃敢行之。凡之事，虽无会服，行也。这不是当年丢的那左半枚的虎符吗？怎会在王爷手上？安阳忍辱负重，也不知受了多少委屈，才弄清兵符被靖武侯藏在何处，冒着杀身之祸偷了出来。2个月前，他从汤沐邑回京，路上悄悄派人送信给我，写尽了这些年薛家是如何狼子野心，他又是如何受欺侮的。我虽与他不是一母同胞，却只有他这么一个姐姐，自小感情深厚。信中所述，字字悲切，不忍卒读啊。我离乡去国，一晃就是9年了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！王爷信任我，肯与我说这等隐秘，叫我受宠若惊呢。但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若拿着这虎符，带15万人随王爷进京，只怕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至于您，往坏了说，轻则流放，重则赐死。王爷此行前做好准备了吗？将军得了本王的信，想必也是深思熟虑，辗转反侧，最后才下定决心见我这个藩王。迈出这一步，定是有胆量做大事的。哈哈，事成之后，将军就是大燕第1等功臣，10亿万户配享太庙。哈哈，这说得太远了。现下本王能许给将军的是银票1万两和一门亲事。本王带着犬子身上的信物，愿与将军结为儿女亲家，
对三清六御立下誓言，永不相背。王爷诚意，在下感佩于心。您说的不错，我赶来见您，也是不想在这偏远苦寒之地浪费下半辈子。楚楚，把契约拿来，让王爷过目。这是将军从何处寻来的爱妾呀？朔州竟有此等佳人呐！王爷这话可折煞他了。她是胡姬，大字不识一个，骨架子生的也粗，不比咱们大燕的女子善解人意呀。这契约呢，是我依着王爷信中的意思亲手所写，没有第三个人见过。王爷若觉得可行的话，便留个墨宝，咱们一式两份。若是不行，咱们除了御史再商议。美人儿将盒子放在池壁，垂手不语。一股芬芳飘了过来。萧明又看了他一眼，不知想到何事，恍惚了须臾。他打开盒子，拿出2幅薄薄的素卷，卷上文字一模一样，甚是简短，就是把他书信里几句话重复一遍，最后发了个重誓：先考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云云。他拿起毛笔，左思右想，不写怕陈冠疑心不肯出兵，写了却觉这一纸契约来得太过容易，况且若是走漏出去，那就糟糕了。且慢，楚楚，收回来。将军这是何意啊？此举正中陈冠下怀，他嘴角微勾。瞧我这记性，王爷不是还有另一样东西要给我看吗？我倒好奇，王爷除了许我升官发财，还有什么宝贝，如此有把握说服我把全家的性命都押上？好，是本王疏忽了，这可是极大的秘密啊！你只知薛氏勾结楚阁老，意图谋反，可知薛家要推举的宗室是何人呢？陈冠拆开那锦囊，里头却是一幅五彩提花锦缎，和圣旨一色，料子也相同，上头有个花押印，写了8个字：庚午乙卯丁丑甲辰。陈将军，我父皇的字你还记不记得？他拿笔在一张素卷上画了押，放回匣中，低沉的声音蒙着水雾，在狱房里悠悠回荡。你可知这上头是何人的八字啊？又为何写在这方送往钦天监的缎子上呢？弘德元年春为殿试，楚清雅那么好的口才，连裴阁老都不能驳他半个字，为何偏偏被排在进士最后一名，又被扔到修园去做县令呢？短短9年的时间，你以为他真能凭……话未说完，面前忽掠过一阵冷风。萧明根本没看清自己是怎么被人挟持的，整个身子就从浴池里被揪了出来，几个黑影从水中跃起，刀光横空朝2个小沙弥劈去。弹指间过了几招，那2人自知不敌，仓皇向门口逃窜。还没挨到木门，嗖的一响，一枚锃亮的箭头从外头射进来，险险扎到了脸。多谢王爷夸奖，只是这世间千千万万人，八字相同的总能找出那么几个，为何非要栽赃到本官身上？是你？果然呢，果然。楚清雅那柄不知从何抽出的匕首递深了一分。王爷说什么都好，偏要旧事重提，本官可是费了好大劲儿，才忘了当年进士倒数第1。你是诈！哼，比起王爷在虎啸崖设伏诈车金马，雕虫小技不足挂齿。赵家香水行进了谋逆犯，人证物证俱在，1万朔州卫就在方子外围着，王爷就是再带12个高手也飞不出去。陈将军，我们之前讲得好好的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你知道这位陈将军为什么讨厌和尚吗？2句话的功夫，那陈冠已披上一件长袍，在满地狼藉中搜寻着。找到了，
字还没糊呢。王爷，我的妆早就被水汽熏化了。你带的这2位小师傅，若是近前来，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易容术。我可没到青出于蓝的地步呀。萧明惊骇万分，一股碧丽虫的花香从他身上传来。他愣了一瞬，惊叫道：你也是南越人？扮了半天陈将军的江离眨了眨眼，如实道：啊，不是呀，我是永州人。王爷该知道永州有个贵堂，就是那个把金银源源不断送到钱江，替你笼络天下学子的贵堂。这位江才子可是堂内的假手，与你身边2个南越来的先生还是旧识呢。他如今被朝廷招安，戴罪立功，很是勤勉。他看齐王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张口欲言，利落地点了他的哑穴，勾着唇。我知道王爷没说完，不甘心，留着回衙门慢慢说，咱们有的是时间啊。是想问他怎么没像其余代笔一样死于非命，本官又是如何找到他的？自是本官年轻貌美，色艺双绝，他找上门来求嫁，本官娶了她做夫人。他有陛下封的1品诰命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？他当着这么多人面说什么胡话呀？他不是，他没有。回禀阁老，某等正在拘捕逃犯，加上这2个和尚，一共是14个，待抓到就押往州牢。王爷千金之躯，押到都司衙门好生款待，只是别让他再开口，本官怕他嚷嚷着向陈将军讨要爱妾。士兵们一个个低着头，生怕笑出来脑袋就丢了。赵氏香水行的走廊上，老板瞠目结舌，不明白今儿这生意怎么就黄了，铺子被士兵围得水泄不通。等里面的人都出来，他大着胆子拉住一个士兵：哎，小哥，陈将军呐，我开玉堂是要养家糊口的，这锅炉都破了。一锭金元宝忽然抛到手上，老板哎呀一声望去，有个头戴毡笠、身披黑色大氅的汉子站在人群中，正是本省的都指挥使镇远将军陈冠。您不是在里头泡澡吗？大伙儿都看见了，我今日没进去过。这钱你收着，给玉堂修缮了。他不多废话，走上前，唰地拉开屋门，清清嗓子：请阁。门后站着一男的一女的，都戴着羊皮帽，身上裹得严严实实，你推我一下，我扯你一下，正互相扒拉着。冷不防门骤然开了，都张嘴望着他，活像一对傻狍子。将军，这2人是？楚阁老已经从后门回去了，里面还有别人在洗澡，这只是一对淘气的夫妻罢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前门堵着这么多人啊？我哪知道，我叫他等在巷口的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昨晚熬了一夜没睡，你不困啊？哼，我一想到你穿肚兜和裙子，嘴被捂上。楚清雅拖着江离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后门，上了马车。再提一个字就怎么，你还敢威胁我？我可是帮了你大忙，要不是我手上有宝贝，陈将军怎么会答应见你？要不是我扮成他的模样，你能拿到虎符和锦囊？楚大人，你知不知礼啊？读没读过书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我可是你的大恩人，你若是感激我，就给我磕上3个响头，叫一声奶奶。楚清雅头痛的要命，把一只银壶塞到江离手里。快喝了，你用陈冠的声音说话，我只能叫你孙子。江离把壶里极浓的茶吨吨吨地喝了一半，又吃了几个化冻的柿子。过了半炷香，嗓音开始变细，到了衙门就完全变回来了。楚清雅扶着气焰嚣张的夫人下车，对黑压压跪了一片的士兵视若无睹，径直来到陈冠面前。然而对方一眼也没看他，朝他夫人拱手道：有劳夫人，还望夫人回京，在卓京和小女面前
美言几句。应该的，小许在国子监很照顾我妹妹，他俩住同一个号舍，极是要好。我很久没见这孩子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京呢。凭阁老在拜帖上写的那几句话，我是不会掺和的。将军说的好像与自己毫无干系。镇守边关的将领私自约见藩王，这是什么罪名？不用本官点出来吧？今日你去见了他，来日就是2个脑袋滚在菜市口，后头跟着2大家子斩监候。没发生的事就不要说了，将军不是配合我们了吗？还委屈将军受了皮肉之苦。被虫子叮了一下罢了，不痒不痛的，却真叫我大开眼界呀！原来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手段。夫人胆大心细，遇事果决，陈某佩服之极。昨晚将离前小兵送去了杀手锏，他大年初一带着厚礼去陈家拜访主母，让阿芷当说客，叫小许背着他娘写了封信给他爹，信中详述了他在国子监上学的经历，薛家郡主平日是怎么关照他的，楚阁老的小姨子又是怎么和他一起同甘共苦写功课，把薛家和楚家真心实意地夸了一顿，最后尽抒对父亲的思念之情。陈冠3年未见这心肝宝贝儿，想得厉害呀！看在女儿的份上见了他们，得了陈冠的夸奖，江离笑开了花，和他一起跨进门，把楚清雅甩在了后头。他不用想也知道他是怎样一副脸色。陈将军，你与他同朝为官，家中小辈又交好，这是缘分。我让他扮成你的妾室，在齐王面前露胳膊露脚，他那么骄傲的人，嘴上从不吃亏，肯做这些着实难得。他替你把私会藩王的事挡下来，又放下了身段，你们就算过去有天大的仇怨，也该抵消了。就看在恋爱的份上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如何？夫人可是误会了，我跟楚阁老有什么仇呀？顶多是看不惯他的文人脾气，说话夹枪带棒的，以前没少给卫所和州官气受。我听说您的兄长以前在刑部当差。死在任上的那个与我同父异母，我们没什么交情。我还听说您的表弟……我母亲那边有30多个表兄弟，夫人说哪个呀？没，是我记差了。那他胸口的刀伤可是您？这倒是我砍的，离心脏2寸，他命怪硬的。不过这也不能怨我，例行公事罢了。这怎么说？楚阁老没告诉夫人，他就靠这个得了先帝赞赏，青云直上的。江离蹙起眉，望了眼倚在池边栏杆上的楚清雅，他也侧手看他，目光中透出一丝狡猾的笑，狐狸似的歪了歪脑袋。洪德2年，要不是楚阁老和北狄那一仗，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呢。彼时边境连吃败仗，主将战死，援军未到，兵荒马乱的。我有天晚上驻军在修远，带着部下巡逻，云里掉下了斗大的雹子，人马都窝在营里发抖。3更刚过，打东边来了2个硬闯出城的骑兵，都蒙着脸，我以为是细作，一刀砍死一个，另一刀砍在了一人的胸口上。当时以为他没气儿了，解了面巾一看，竟是本地那个16岁的小县令。他命大。第2天早上，先帝就领兵到了修远，正巧带着个神医，把他给救活了。先帝问他为何要在这个节骨眼儿私自出城啊？他说……陈冠停了一下，半是感叹，半是后怕。他说要去西可汗大营，效仿古之纵横家，凭3寸不烂之舌，驶离间计，给大燕争取喘息之机。知州下令任何人不得出城，他便自己悄悄去了。真是一个敢说，一个敢信啊！先帝给了他1批降消瘤，1颗保命丹，让大夫给他缝了针，
就这么带着伤跑去了草原。后来呢？他独自一人去，5天后被西可汗帐下的2个特勤抬回来，丢了半条命呢。他醒来也不说话，悄悄地下床，趁那2个送他回来的特勤睡觉，把他们抹了脖子，血溅了一屋啊！哎呀，我们都没见过这样的小孩。他杀了人，让士兵通报给先帝，自个儿骑马回县衙继续当差，还顺了卫所里的一床厚棉被、一件羊皮袄，就跟回家探了趟亲似的。过了1天，赤敌起了内讧，靖北军大胜，战局就这么逆转过来了。再后来，敌人西去，战火平息，3年任期满，县令去了京城高就。我再见到他，他已是大燕立国以来最年轻的阁臣了。我曾听说过这个传闻，这算是头1年当官，把后面的苦都吃尽了吧？夫人到底不是官场中人呐，似楚阁老这般流血拼命，外人看来是一鸣惊人，先苦后甜，却不知往后的每一步只有更艰辛。朝堂之上的争斗，比我砍在他身上的那一刀还要凶狠呢。我虽不喜他的脾气，却以为他是100年难出的国之利器。我也不怀疑他对先帝的忠诚，只要是见过他和先帝相处的人，都不会怀疑。江离记得他说过，他的莫逆之交早就不在世上了。为什么这个人经历过这么多，他却很少意识到他是一个危险的人？陈冠走后，楚清雅才悠悠然夺过来，与他并肩而行。狗耳的尖，他刚才定是听了个8九不离10。江离一看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，满心感慨，立刻烟消云散。进了客房，把门一插，一巴掌拍在他胸口。骗子！谁是骗子？我可没同你说过一句假话，全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。大骗子！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昨天就是故意说那些话吓我。我故意的？怎样？江离快要气死了，脚也用上，吧嗒吧嗒地踩着他的靴子，踩的那鞋面都是土。楚清雅给他踩着泄愤，索性坐到榻边，拍了拍大腿。当心扭了脚，坐这儿踩。都要和离了，我为何要坐这儿？都要和离了，你为何还操心帮我的忙？顶着黑眼圈上陈家拜年，大老远跑来，在陈冠面前替我说话呀？我承诺过你帮你削藩，别小看人。原来你还记得这个？我以为你上学上了心都飞到侯府去了。你带着他的手机信物，骑着他的马，包袱里还有薛家的腰牌，我不叫你一声世子夫人，都对不起他良苦用心。那你叫啊，现在就叫。你就说在玉堂里，为何齐王提到我，你一声不吭？他骂了一句薛战，你就跟要炸了似的。你能不能不要纠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？我演陈将军就要演得像薛战给他女儿开小灶，我能骂他？他一刀砍去你半条命，难道还要给你说好话？我的天，在玉堂里你就跟我吵这个，吵到现在还没完。陈将军说你是国之利器，我看你心眼没有针眼大，该叫国之针眼。有这功夫，你去搞清楚那要命的锦囊是真是假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别在屋里磨蹭了。我不去，我被你逼着扮小妾，没脸见人了。你都不急，我急什么？两个人仰面朝天，都不说话。过了一盏茶，他干脆眼不睁为净，可心思如杂草丛生，围着那生辰8字打转。我告诉你一个发现。你不是老侯爷的儿子。这用你说，我姓楚。你就没找过你亲爹吗？我娘说他自称是薛家旁支，但气度不凡，你眉眼是随他的。我原以为是晋武侯，可见了他之后，发现你们一点也不像。唉，幸亏不像。我一想到和薛战称兄道弟，我就恶心的要吐。所以是谁？我爹是璧山县城，我娘是白云居的霓裳柳，他们是这世上最好的爹娘。
至于生父，我没兴趣认识他，想来和你爹是对旗鼓相当的卧龙凤雏。当年楚少棠陪爱妻去普济寺上香，出来就看到牛车前被丢了个刚满月的小娃娃，襁褓里有一枚刻着字儿的牙雕套球，附着生辰八字儿。柳兰公一看就知道这是顾清商的孩子。他那时刚生完一对龙凤胎，遇到只小奶猫都不舍得撒手，便央着丈夫把他收养了，当成自己的儿子拉扯他。结果这孩子越长越争气，带出去人人羡慕是佛祖赐的。我娘把我抱回家后一打听，生母已经死了，也不知道父亲是谁，总之她不敢把我带回家，便偷偷地抱出来寻了个人家。江离很不客气地评价，你这守财的性子啊，就随你亲爹，他连1文钱都不给，就欺负老爷夫人是厚道人，帮他养孩子。我怎么守财了？你1个月500两花我俸禄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了？你要是多挣点，我能把府里修得更气派。挣多少是我能左右的吗？那是朝廷规矩。等以后我老了，刑部来了个新尚书，突然有天来抄家，把墙一砸，哗啦一下，里头全是砌着金砖。我怎么说？我跪下来给他磕头，说大人行好，我夫人1个月要花500两，她是个熔炉头胎，看不见金子要同我和离，我不想和他离，所以当官几十年收的炭镜、冰镜都换成了银子，银子换成的金子，多1块金砖他就少骂我一句话，多10块他就叫我夫君，多100块他就同我睡一床。80岁了还愿意给我生娃娃。我把娃娃抱来给那位尚书大人看，他问怎么是个带尾巴一团毛的，我就说大人呢，我是个狼子野心的衣冠禽兽，夫人自然生的是狼崽子了。江离大叫一声，爬起来笑着掐他。你烂了嘴的，我叫你说这些混话，你去茶楼里说书，不要在我面前显摆你这张狗嘴。你给我生个狼崽子，我就去收贿赂，你想要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摘。不生，生不出来。不生就不生，等回京城我找我第18房小妾，你嫁你的薛世子，咱俩瞪一辈子眼。你现在就画押盖章，我事儿办完了，拿着和离书回京城休假衣去。这才到哪儿啊？你怎么就办完事了？等我见了齐王再画押，要是他说出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，我先杀你灭口，免得你那嫁衣绣得歪歪扭扭，贻笑大方，薛家要骂我没把夫人调教好。楚大人，我服了，我没你能说，你快去审他，我要补教。知道我的厉害了，就乖乖在房里待着，我叫人加盆炭，我去看看说州卫有没有逮住那些高手。你不先审齐王？有些话上了秤，1000斤也打不住，不知道比知道好。我想想怎么写折子，最后才去见他。江离看着他的背影，下意识哎了一声。楚清雅回过头，江离嘴角耷拉着，表情有点失落。你说要带我去泡澡吃烤全羊的。他大步走回来，攀住他的肩，吧唧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好了，这是定金，袁小姐，我陪你玩整天。那玩过了你再画押吗？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江离嗯了一声，侧躺下来挥挥手。走吧走吧。楚清雅这一走，直到深夜也没回来。虽说他私底下嬉笑怒骂没个正形，但办起公事儿从不含糊。江离清楚他的本事，审起犯人来就和点卯似的顺手，威逼利诱，严刑酷法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听杜衡说，他向来与此道十分勤勉，若是没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宁愿在衙门熬通宵。正月15一大早，江离睡醒了，赖在床上不愿起。我要吃烤全羊。楚清雅正在桌边提笔构思，淡淡嗯了一声。我要吃烤全羊。等会儿我上个折子。我就要吃烤全羊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等你洗漱好，我也写好了，换身衣服就出去。你写了什么呀？纸皮中医不冷啊，还要去泡澡，今日能泡了？江离不答，垂眸往纸上看，只见他细致清晰地写了几点：
一是说齐王带着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兵符调兵造反，现已被朔州卫擒住，人证物证俱在；二是镇远将军在齐王到达丰阳之前一无所知，收到书信便及时通报了他，与此事无干；三是请旨就地处死随行的府尉，他们武功高强，以防压制京城的路上出现意外；四是要调动5万靖北军精锐，再由陛下命可信的将领率5万精兵与靖北军选址会合，10万人捆着齐王去黔江示威，将那里有反心的府兵官员一网打尽。这是写歪了，也能呈上去。别说话，不然我写上10遍，拖到中午都出不了门。江离不说话，一边看他写，一边百无聊赖地朝他脖子吹气儿。哼哼，还挺有定力。你做什么在店里摆出那副脸色？魁星看到你都不保佑我了。听完正午的法会，江离跟他来到酒楼，嘴里还嘟嘟囔囔的抱怨呢。魁星喜欢你不喜欢我，要是我拜他有用，当年也不是倒数第一了。天下屡试不中的学子听到你这话要气死，即便是最后一名，好歹也是进士啊。你后面还有几十个同进士出身呢，你不信魁星，为什么在和陵还拜他？我一个堂弟今年要考乡试。你有个屁的堂弟？是我没堂弟，只有个跟我闹和离今年要考会试的夫人。我求魁星让他也考倒数第一，无颜见他的薛先生。呸呸呸！你快收回去，谁要跟你一样？正说话，酒楼老板从厨房满头大汗的赶来，见小两口掐架，见怪不怪的咳了声，恭恭敬敬的道：一会儿他亲自送热菜上来，包管老爷们吃得尽兴。酒楼生意甚好，大堂满客，2、3楼都是雅间。上了楼梯就看见杜恒啊，2个小间拆了隔板打通，我坐夫人旁边给您布菜。然后殷勤地领路开门。进了雅间后，外头嘈杂的人声顿时变小了，一股烧烤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地上摆了2个大炭炉，炉上架着铁网，网上摆着切成块的菜蔬，在上方用铁架子串着剥了皮的羔羊。那你尝尝，本地官府宴请，以大尾寒羊为佳，鲜肥不膻。我让他们挑了刚满周岁的黑公羊，先饿它1天，再以茴香大椒熬成卤水喂它喝2天，宰完用鸡子牛乳或者麦粉调糊，全身裹上，头朝下，在火坑里烤上半个时辰，再用架子穿了横着烤，只需要撒上几粒盐，吃下去熨帖得很。喜欢吗？留点肚子吃别的。江离见一屋子侍卫都盯着楚清雅忙活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心知他不会说场面话，于是便代劳了。大伙儿都吃啊，别光坐着。当年先帝和靖北军同帐而食，传为美谈。陈将军也常去营里与下属同乐。你们大人在这待了3年，耳濡目染这里的风俗，今日也请你们吃一回。诸位都是他身边最可信的人，这段时间辛苦了。本该吃些精致的菜，但这儿毕竟是边疆，比不得京城那么讲究。玄英，你领着兄弟们自便吧，茶饭管饱，菜不够就同我说。一番话，资衣卫们都席地端坐，毕竟是和上峰一起用饭，都不敢多说，只齐声谢过。江离这边坐着杜恒和3个混熟的侍卫，只有杜恒不怵，热络地向他介绍北地的风土人情，还给他割羊腿肉，教他裹在春饼里蘸酱吃。小少年能说会道，江离被他逗得直笑。楚清雅看不惯，你何时与他这么熟了？夫人说了，认我当干弟弟。多吃点，正是蹿个子的时候。夫人曾经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跟我同岁，但是他哪儿来的弟弟？江家3房病死的是个女儿，何曾有别的男丁啊？他哄你替他卖命才这么说，你傻了个什么劲儿？